男人不吃不喝，每天挥剑万次，30年来无论风雨他从不懈怠。而从小在他练剑声中长大的村民，如今都已成为德高望重的村长，他却依旧在不停地挥剑。可就在7年后的某天，男人的练剑声突然停止，早已习惯的村长冲进他的家中，才发现男人已经死去，却依旧怒目圆睁，不肯放下长剑。最终，村长为他合上双眼，结束了他的剑痴一生。而此刻，一名少年猛然睁开双眼，原来剑痴一生不过是他的一场梦，可那种感觉无比真实，甚至连肌肉的撕裂感都栩栩如生。男孩再也无法入睡，心中无比渴望那种挥剑的感觉。他当即来到演武场内，拿起一把千斤巨剑开始训练。这一幕令原本吵闹的演武场顿时安静下来。原来男孩是领主家的长子，自从母亲去世后就一直无所事事，10年以来他从未离开过被窝，因此人们也将他称为废柴少爷。任谁也无法相信他会修炼剑术，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出言嘲讽，这种废物怎么可能挥得好剑？肯定是因为上次被隔壁少领主当众羞辱，气不过做做样子罢了。而2位骑士更是打赌他撑不过3天，但男孩根本无心搭理这些闲言碎语，他吃力地挥动着手中巨剑，仿佛自己就是梦中的剑神。虽然过程十分痛苦，但每挥出一剑都能感到无比的安心。随着他手中巨剑再次落下，身旁的管家一把将他抱住，男孩这才发现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天黑。回到床上，他发誓再也不去练剑，因为这股疲惫感令他十分恶心。可接连3天，他都出现在了演武场内。原来在那之后，他每天都会梦到剑神。为了消除那股奇怪的感觉，他只能不停地挥剑，就连打赌他撑不过3天的骑士也不禁对他另眼相看。可路过的流浪骑士却不以为然，他的体力无法支撑这把剑的重量不说，因为承受不住别人的侮辱而开始练剑，用这种意图来对待剑才是最大的问题。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一只狮鹫，它载着一位少女落在众人面前，而来人正是男孩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从小就天赋异禀的魔术师西里尔。他先是怒斥几位骑士不务正业，偷说闲话，随后又愤怒地让男孩停止练剑。一直以来只会睡觉的你，难道以为不停地挥剑就能改变什么吗？可无论西里尔如何吵闹，男孩却依旧不为所动，他的注意力始终在手里的剑上。这也令流浪骑士感到诧异，决定再留下来观察男孩几天。深夜，管家发现了鬼鬼祟祟的西里尔，并告诫他少爷已经休息了，如果有事可以择日再来拜访。闻言，西里尔爆发出猛烈的气势：“你这是在违抗我吗？这件事你不准告诉任何人。”而男孩从梦中醒来后，发现了妹妹为他留下的信：“我为早上说的话道歉，听说你最近日夜操劳过度练剑，所以我才有些担心。这个玩偶有助于睡眠，希望能够帮到你。”男孩不禁有些感动，明明自己已经颓废了10年，可家人却从未放弃过自己。从那以后，男孩练剑更加刻苦，接连10天他都出现在了演武场内，所有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，就连流浪骑士也对他产生了好奇心，原以为他是自尊心作祟而开始的修炼，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。他身上有着一股钢铁般的意志，若是能够激发出他全部的潜力，必将成为这片大陆的巅峰人物。老者愈发对眼前的少年感到满意，决定为他引荐一位优秀的剑术老师。可在询问过后，他才得知领主已经找了奥恩骑士为他辅导剑术。老者当即怒吼：“不行，那个只知道喝酒的饭桶只会让这个天才埋没。”于是他当即找到了领主大人，递上了克鲁诺剑术馆的推荐信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大陆最强剑术馆，只有天赋极佳之人才有资格进入。领主深知这点，但他也知道里面斗争激烈，想要坚持下去并非易事。于是他把选择权交给了男孩，无论去或不去，父亲都会尊重你的选择。而男孩不愿再继续沉沦下去，他决心要改变现在的自己。于是第2天，男孩便告别了父母，来到了被誉为大陆最强的克鲁诺剑术馆。他递上了流浪骑士布兰的推荐信，这才从教官的口中得知，原来布兰是曾经讨伐魔人时的风云人物。而令教官感到疑惑的是，那个向来眼光毒辣的老头子怎么会看中这个废柴少爷呢？男孩忐忑地推开剑术馆的大门，顿时成为了人群中的焦点，他们的眼神无比轻蔑，似乎对这个少年的出现感到意外，更有甚者已经开始出言嘲讽。好在这时教官出现在了台上，打断了他们的闲言碎语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是这里的预备生，若是能够在这里坚持1年，并且通过2次残酷的测试，届时你们将会是剑术馆的正式门生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想为你们介绍一个地方，这里便是你们日后训练体能的场地。”说着，教官一个箭步冲了出去：“都给我动起来！”这一幕令众人有些措手不及，纷纷挥动手脚跟了上去。而男孩因为体力不支，不出片刻就倒在了地上。此刻他只觉得浑身酸痛无比，再跑1步心脏都会立刻爆炸。可他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一道声音：“是啊，和那个男人相比，这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？我要成为与他同等的存在。”男孩再一次动了起来，他卖力地挥动着手脚，直到他浑身被汗水浸湿，直到他再也没了余力奔跑。一旁的助教察觉到了他的异样，在他即将倒下之际将他救了出来。这家伙的身体完全到了极限，竟然仅靠着那一丝意志在坚持奔跑，真是个神奇的家伙。等到男孩再次睁开双眼，发现已经来到了剑术馆内的医务室，教官把一份名单塞到他的面前，这只是为了测试你们体能而举办的小测验，并不会对最终测试产生影响。男孩打开一看，发现自己赫然排在最后1名。教官还想安慰男孩几句，却发现他根本没有丝毫动摇，果然是个奇怪的家伙。不久后，教官为学生们安排了每天的日程，所有的训练场所将会一直开放，学生们随时都可以进行训练，但还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禁止所有学生使用武器。这可把男孩给愁坏了。
这样下去自己该怎么挥剑呢？时间很快来到傍晚，布莱特带着2位跟班来到了训练室内。就在跟班感叹这里的宏伟时，布莱特却被一名少女吸引了注意，是剑术世家的天才伊利亚。她果然比传闻中还要强，光是看见就能感受到强烈的压迫感。一向自傲的布莱特瞬间就明白了2人的差距，他真的不过是个预备生吗？而跟班这时注意到了角落独自训练的男孩，不愧是废柴少年，举个空杆都快要晕倒了吧？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天才伊利亚竟然来到了废柴少爷的身旁，他靠近男孩小声说了什么，随后便若无其事地离开了这里。这一幕顿时惊呆了在场众人，都在好奇伊利亚究竟说了什么。可当男孩朝他们看去时，众人又纷纷撇过头去假装训练。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红发女孩才不管这么多，她丢下器材大步来到男孩身边。伊利亚究竟和你说了什么？难道你们在谈恋爱吗？可令朱蒂斯没有想到的是，伊利亚竟然只和他说了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。朱蒂斯一脸失望地离开了。男孩正准备继续训练，布莱特却又来到了他的身边。伊利亚究竟和你说了什么？顺便把那个红毛说的话也告诉我。而在那之后，男孩每天都会得到伊利亚的指导，他的体能也在训练中渐渐成长。但依旧没有人看好男孩，因为他们坚信一个废柴少年再怎么努力挣扎也不可能翻身。转眼3月时间过去，曾经400名预备生如今只剩下不到一半。也就在今天，教官宣布了即将面临的期中测验，只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赛道即可通过，并且排名前5的学员可以得到馆主的奖励。考试时间为10天后的上午9点，这段时间的训练将由你们自由分配。在这之后，众人的训练愈发刻苦，而男孩也是如此。他早已不是当初的废柴少年，现在他经常把自己练到极限，就连朱蒂斯也不禁对他侧目。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么拼命的？难道我的意志还比不上他吗？想到这，他再次开始了训练。在努力方面，他不想被任何人超越。结束训练后，男孩瘫倒在床上，他也注意到了最近的异常。曾经瞧不起他的学员们，如今却逐渐开始将他视为对手。不过比起这个，他更好奇的还是伊利亚，他为什么会愿意无条件帮助自己呢？期中测验的日子很快到来，众人看着浑身被汗水浸透的男孩，不免一阵窃窃私语。这家伙难道是练了一整晚吗？真是个愚蠢的家伙。而布莱特瞥了朱蒂斯一眼，这家伙前段时间也经常过度训练，任谁看他的状态都十分糟糕，看来自己已经稳居第2了。而这时教官已经开始介绍规则，整个考试分为4个阶段，分别是借力推举、跳箱、长跑以及游泳，只要达到了目标便可向下一个阶段前进。随着教官一声令下，比赛开始，众人争分夺秒地推举杠铃。曾经被所有人瞧不起的男孩，此刻竟然飞速推动着手中的杠铃，这家伙疯了吗？这样下去可是会虚脱的。而与此同时，伊利亚轻松结束了推举，开始朝着第2个项目进发。没过多久，男孩竟也结束了推举，这一幕顿时惊呆了在场众人。但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，只见男孩径直来到跳箱阶段，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完成了跳箱。这一幕令还在推举的几人不淡定了，特别是朱蒂斯已经开始透支身体，而此刻男孩已经来到长跑阶段，他紧紧跟随在伊利亚的身后。这一刻他感到无比轻松，心中竟然涌出一腔热血，萌生了一股想要超越伊利亚的想法。可就在这时，朱蒂斯却一举超过2人来到第1，好不容易才爬到这个位置，他不想输给任何人。原来因为平民的身份，朱蒂斯受尽了旁人的嘲讽，所以他愈发刻苦地开始训练，终于来到了大陆第1剑术馆，为的就是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。此刻朱蒂斯一头扎进水里，以惊人的速度飞速前进，可突然他的大腿一阵抽痛，令他再也无法前进半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伊利亚超越自己，泪水缓缓从他的眼角滑落。就算是透支身体也比不过你吗？突然一股疲惫感涌进他的脑海，朱蒂斯渐渐沉入了水底，就这样休息下去吧。可等他再次睁开双眼，却发现一位少年正带着自己艰难的前进。他不甘心，凭什么是你来救我？男孩没有理会，很快便成功将他带回了起点。但也就在这时，原本落后的学员已经全部跟上，可男孩却不以为意，他坚持等到教官过来才开始继续测验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原本排名第2的男孩落到了倒数第2，不过也算是成功完成了测验，还不至于遭到淘汰。不过人群中却有人开始嘲讽，在考试途中做那些没用的事情，不知道在装什么善良。不过也正是因为他自己才成功进入前5，而排名第2的布莱特却望着男孩陷入了沉思。他在测验中的水平远远超过自己，若是朱蒂斯没有用力过猛，那自己的排名将会是第4。不得不承认，这次是我输了。而就在第2天，男孩独自训练时，伊利亚找到男孩并质问他为什么要在比赛中做那种事情。男孩被问得愣住了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要这么做。可他的回答却惹恼了伊利亚，就算你不去，教官们也会救他。为了那种小事而放弃大陆第1馆主的奖励，难道你真的疯了吗？接下来就要开始磨练剑术，这与锻炼肉体截然不同。剑术并非只要努力就能成长，还需要才能的加持。你可能因为昨天的判断，彻底失去了得到馆主指导剑术的机会，我再也不会帮你了。很快到了公布测验结果的日子，而获得前5名的优秀预备生能够获得与馆主面谈的机会以及奖励。可这时馆主却表示还缺了一位学生，请311号预备生上台领奖。此话一出，全场一片哗然。只听馆主缓缓说道：人们总是会在追赶别人的过程中获得惊人的成长与成就，却也因此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东西。但这位预备生却与众不同，他在紧要关头选择牺牲自己去救落水的同学。我认为他所采取的行动是有价值的。很快便到了与馆主面谈的机会，
布莱特选择的奖励是得到馆主的指点，而伊利亚则不同，他竟然提出要与馆主对练并接受指导。馆主微微皱眉，这可就有些难办了。我只能给你一个忠告，不要再被他人左右，去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，不必执念于此，浪费时间。回到家族去学习你们的剑法才是你的道路。可伊利亚却执意如此，馆主无奈只能答应他的请求。很快，馆主便完成了其他人的奖励，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位。可他在面对馆主的奖励时，却只提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怎么才能和一个女孩和好。馆主愈发对眼前的男孩感到好奇，毕竟整片大陆谁不想得到他的指点。于是，在为男孩解开疑惑后，他破例给了一次指导剑术的机会。可男孩对于剑术的理解只有挥剑，根本不知道要问些什么，似乎是看出了他的疑虑。馆主决定保留这次机会，若是日后遇到关于剑术的问题，随时都可以过来问我。馆主望着男孩远去的身影，陷入了沉思。他分明对剑术一窍不通，却又有着明确的目标，就好像有高人在身后指点一般。不久后，男孩开始了训练，可往常冷漠的朱蒂斯却走了过来。他先是感谢了男孩的救命之恩，随后又大方地表示要和他交个朋友。在朱蒂斯的威逼下，男孩根本没有拒绝的机会。不过这样似乎也挺不错的。这天是开展剑术课程的日子，众人纷纷选择了自己心仪的木剑，唯独男孩却径直走向角落，拿起了无人问津的阔剑。这一幕顿时引起了场内众人的注意。区区菜鸟还想耍帅用阔剑，真是蠢到家了。可下一秒，他们的脸上就被震惊笼罩。只见男孩猛然挥动阔剑，强悍的气势瞬间卷起无数尘埃，就连教官也不禁对他侧目。虽然动作略显生涩，但竟能有如此气势。突然，布莱特走出人群，他手持长剑指向男孩：“我邀请你与我对练。”此话一落，场内瞬间沸腾。要知道，这在学院内可是严厉禁止的，并且他们还从未学过任何的剑术课程。就在教官准备打断他们时，馆主却允许了他们的对练，偶尔来点不一样的也不错嘛。随着馆主一声令下，布莱特的身影如狡兔般爆射而出，仅仅一瞬便来到了男孩身边。男孩挥剑防御，枪林弹雨般的攻击再度袭来，猛烈的攻势令男孩根本无法还手。众人都认为胜负已定，可朱蒂斯却看出了端倪，那家伙是在考验他。而这时布莱特身形向后抱腿，经过短暂的交手，他看出了男孩的不足。这家伙反应确实很快，但他的动作非常不合理，根本不像是一个练剑之人。那就让我试试你的力量如何吧。布莱特故意迈出破绽，男孩抓准时机，毁天灭地般一剑砸下。这一幕顿时令布莱特慌了神，身形下意识地往后一闪，击落了男孩手中的阔剑。对练结束，布莱特取得了最终的胜利，而教官也开始宣布剑术测试的结果，并根据实力为学员们分组。首先是最高等级的 A 组成员，将会面对更加残酷的训练，随后便是 B 组与 C 组，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。可等所有人都分完了组，却唯独没有念到男孩的名字。就在朱蒂斯感到疑惑时，教官公布了答案。原来因为男孩对剑术一窍不通，所以他被单独分到了 F 组。翌日，剑术训练正式开始，医生成了男孩的临时教官。天真的男孩以为通过努力便能追上他人，教官并没有当即反驳，而是用实际行动告诉他，努力固然重要，但在天赋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若是你能在1周时间内掌握基础剑术，我就能把你提升到 C 组，但若是这点才能都没有，那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。但令教官感到意外的是，男孩在短短几天内就掌握了大半剑术要领，进步的速度也是愈发迅速。虽然其中有着努力的原因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家伙果然有着惊人的天赋。时间来到测试前夕，男孩找来了朱蒂斯帮忙检查剑术。随着男孩一剑挥出，朱蒂斯的脸上露出一抹震惊。对待剑术十分严谨的他，竟然向昔日的废柴少爷竖起了大拇指。而就在第二天，教官重新回到了医务室，这也就证明男孩已经成功升到了 C 组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为了帮他提升到 A 组，朱蒂斯决定亲自与他对练。无奈之下，男孩只能答应。战斗一触即发，朱蒂斯率先发起攻势，手握重剑的同时却依旧皎洁如兔。男孩堪堪挡下一击，利用巨剑的优势击退朱蒂斯，身形一跃竖劈而下。可在落地的同时却又变换身形，一记横劈竟让朱蒂斯乱了阵脚，但他反应极快，扭动剑柄顺势将男孩击飞出去。对练以朱蒂斯的胜利告终，可他却突然调转画风，听说你最近跟伊利亚闹掰了，这个时间他应该一个人在小练武场内吧。说罢，朱蒂斯便转身离开，只留下男孩一人陷入沉思。而另一边，伊利亚正独自修炼家族剑术，突然一道身影的出现打断了他，正是方才与朱蒂斯对练的男孩。他一脸尴尬地向伊利亚问好，随后拿出一封信与布囊。这番操作令伊利亚感到有些莫名其妙，可男孩却解释道：“我的妹妹很不擅长与人相处，所以我们也经常吵架。但每当我醒来时，都会发现她留下的礼物与信。我也不太擅长说话，所以我也试着把想法写了出来。”伊利亚仍旧满脸冷漠，即便这样，我也不会再继续帮助你。男孩表示没有关系，留下礼物后便转身离开了这里。夜里，伊利亚看着男孩的信，不禁露出了微笑，随后又打开了礼物，是一个手环，一股厌恶感油然而生。伊利亚咬紧嘴唇，不停地颤抖，似乎手环上的福寿草为他留下过什么难忘的回忆。半晌后，伊利亚平静了下来，脑海中想起了馆主的教诲，或许真的是自己太钻牛角尖了呢。
他是王国贵族的天才少爷，却甘愿向学院公认的废柴讨教剑术。这一幕顿时令旁人傻了眼，就连男孩自己也有些诧异：“你真的能从我身上学到什么吗？”布莱特神秘一笑：“因为你是个天才。”原来自从期中测验以后，布莱特就已经开始留意男孩，为何他的剑术分明不如自己，但却总令人望而生畏呢？而在两人的对练之后，布莱特终于明白了二者之间的差距。他的身上有着一股惊人的集中力，若是当时正面接下他的巨剑，恐怕败的将会是自己。于是向来自傲的他开始正视自己，这才找到男孩提出一起修炼。临走前还给了男孩一句忠告：“请你不要再贬低自己，你身上有着出色的品行与能力，所以你应该以自己为傲，表现得更加自信。”夜里，男孩回想着布莱特的话，究竟该如何提升集中力呢？若是能够更加专注，或许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存在。抱着疑问，男孩沉沉睡去，剑神再一次出现在他的梦中。不同的是，这次他能真切感受到挥剑的感觉，就好像自己成为了剑神一般。可突然他从梦中惊醒，天还没亮，但男孩决定立即前去修炼，他不想放弃那种真实的感觉。之后的几天，男孩总是在训练时昏昏欲睡，这不禁令布莱特感到疑惑。他宁可相信母猪上树，也不愿相信男孩偷懒。可突然男孩又坐了起来，猛地挥出一剑后又继续躺下睡觉，看得布莱特一头雾水，不禁上前叫醒男孩询问。原来他是在练习提升集中力。布莱特恍然大悟，当即决定亲身体会一下。不曾想竟一觉睡到了天黑，但他并没有放弃，换了个姿势又重新开始冥想，没想到竟然意外的有效，甚至在学院中掀起了一股冥想热潮。而他通过这段时间的提升，竟然在对练中打败了朱蒂斯。要知道他们一直在竞争学院第二，从未分出过高低。布莱特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，他认为只要继续保持，或许超越伊利亚也不是不可能。这天馆主聚集了所有的学员，并宣布最终测验即将到来。与期中测验不同，最终测验将着重考察学员的潜力，这也就代表无论实力如何，只要展现出极高的潜力便可通过测试。说着，馆主褪去外衣，在这之前我准备了一个礼物，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。话罢，馆主的气势瞬间达到巅峰，长剑在他的舞动下划出道道剑气，这一幕直接令天骄们惊呆了。可馆主仍未停下，短短一瞬，他再次挥出数剑，剑气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一般萦绕周身。随着馆主挥出最后一剑，所有人呆愣在原地，他们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。自己的剑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罢了，但朱蒂斯却仿佛受到了激励一般，他愈发努力地开始训练，势必要在测验中拿下第一。可布莱特却对他嗤之以鼻，第一名肯定是伊利亚，他是大陆顶尖的武道世家出身，家族的剑术更是有着无尽的潜力，光凭这点就足以让他在最终测试中拿下第一。朱蒂斯却不以为然，贵族出身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哥哥不也曾是大陆第一天才，最后还不是输给了一介平民？可话音刚落，伊利亚就出现在他们的身后，他的眼神中满是冷漠。你这种只会说闲话的人，根本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影响。这次测验我不会使用家族剑术，但我依旧会拿下第一。可布莱特却不这么认为，他一路小跑叫住远去的伊利亚，若是你不使用天空剑，第一名的位置就将会是我的。而在之后的对练中，朱蒂斯也意识到了这点。现在的布莱特有着惊人的速度，就连剑术也变得十分锐利，或许他真的有可能打败伊利亚成为第一名。不得不承认，他已经超过自己太多。但现在的朱蒂斯已经不再急于求成，他相信成为正式门生后一定会超过他。想到这，朱蒂斯转身离去，他没有理会布莱特的调侃，因为他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而另一边，男孩依旧进行着冥想训练，但他却再也无法掌握那种感觉，就好像离梦中的剑神越来越远了一般。这时朱蒂斯打断了他，并邀请他去外面走走。二人随即来到了演武场外，朱蒂斯向男孩表达了歉意，毕竟马上就要最终测验了，自己却很久没有陪你对练了。就在男孩表示没关系时，朱蒂斯突然说起了自己的身世。我是一个孤儿，从小就在别人的歧视中长大，所以我从未向谁表达过感谢。在你救了我的那天，我没能坦率地向你说出谢谢，反而是冲你发了火。我本想用自己的方式来报答你，但现在看来似乎是搞砸了，所以最终测验你一定要合格，只有成为这里的正式门生，我才能好好弥补对你的歉意。说罢，朱蒂斯便起身离开。男孩欣慰地笑了，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才对，这段时间是你们陪着我成长。回到演武场后，男孩再次拿起了巨剑，这一次他不再感到迷茫，很快便与巨剑融为一体，开始了他的修炼。2周后，最终测验正式开始。虽说众人都展现出了意料之外的实力，但却没有十分出色的表演。直到朱蒂斯的出现，他决定以对练的形式接受测验，而对手正是备受瞩目的布莱特。比试开始，朱蒂斯微微俯身，像一道闪电般爆射而出，重击的碰撞声瞬间响彻了整片演武场，力道之大，甚至连布莱特都感受到了威胁。但朱蒂斯仍旧没有停下攻势，他发挥出重剑的优势，不断向布莱特施压。双方的战斗精彩至极，台下更是欢呼一片，就连教官都不由赞叹，这两人都非同一般。而这时布莱特转手围攻，一剑刺出，朱蒂斯的脸上被划出一道口子，这也令双方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。就这点实力还想超越我吗？此话一落，两道身影毁天灭的般撞在了一起，他们的速度迅如闪电，搅在一起化作了一团残影，直到尘埃缓缓散去，两道身影仍旧屹立在演武场中央。这场战斗看似不相上下，不过更占上风的还是布莱特。馆主不禁起身拍手叫好。也就在这时，下一位测试选手已经上台，正是第一天才
伊利亚，他要展示家族剑法天空剑。布莱特自信一笑，或许这次我真的能够战胜你。可下一秒，他的表情就凝固了。伊利亚轻轻挥动长剑，场内顿时狂风大作，凌厉的剑气如暴雨般向四处散去。强如导师也不禁抬手去挡。这一幕给了众人巨大的冲击，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？而布莱特更是震惊不已，原来这世上真的有无法跨越的高墙，更是让他知道了自己的想法多么幼稚。但考验还有最后一人，布莱特的心理防线几近崩塌，他在心中祈祷着，千万不要那么优秀，千万不要超过自己，拜托了。而此刻南海已经来到了台上，就连馆主也开始好奇他究竟要展示什么。南海决定要展示基础剑法挥剑，这一幕自然引起了旁人的嘲笑，可唯独馆主却看出了端倪，因为他在南海的身上看到了一股惊人的意志。当一个人的冥想达到极致，并将身体与长剑融为一体时，所展现出的力量是无法想象的。南海猛然睁开双眼，手中巨剑如雷霆之怒般落下，只听轰的一声，剑气波及了数丈之远，所及之处皆是天崩地裂，偌大的演武场瞬间被一分为二。这一幕顿时震惊了在场众人，就连天才伊利亚也面露惊色。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，原来旁人的目光根本无法改变一个坚定的人。最终测验结束，男孩的名次来到了第2，而第1名仍旧是天才伊利亚，这也就代表着他即将成为本届的学生首席。可他却找到了男孩，并表示自己将要离开剑术馆去追寻自己的道路。他是大陆最强剑术天才，却在一夜之间名誉扫地，受万人唾弃，只因他在一场备受瞩目的对练中，仅仅3招就败给了一介平民，而周围的视线也因此变得冷漠。此后他便自甘堕落，一蹶不振。从小将他视为偶像的妹妹坚信着，一定是人们的视线毁掉了哥哥，于是从那一刻起，他便发誓自己绝不要被旁人的评价所左右。可在不知不觉间，他早已深陷泥潭。原来曾经击败他哥哥的平民，正是来自克鲁诺剑术馆的学生首席。而伊利亚之所以来到克鲁诺，就是为了夺得本届的学生首席，证明自己并不比他差上半分。可男孩的出现却令他改变了想法，决定不再追寻别人的影子，离开克鲁诺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。而受到男孩影响的并非伊利亚一人。测验结束后，布莱特久久不愿离去，就连朱蒂斯找他对练也无动于衷。他想放弃了，明明自己花费了数年时间钻研剑术，却远远不如一个刚刚练剑不久的男孩。或许这就是上天注定吧。可这番话却引起了朱蒂斯的不满，他二话不说把布莱特抄翻在地，拳头如雨点般落在他的脸上。你的速度不是很快吗？怎么连我的拳头都躲不开了？难道你的身手和你的脑子一样坏掉了吗？是我看错你了，真是个胆小鬼。这番话并未令布莱特醒悟，他找到馆主说明了缘由，并决定放弃剑术离开布鲁诺。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就连男孩也将要离开。当然这并非是他自己的意愿，而是因为馆主亲自找到了他。你并非是因为自身的意志而挥剑，虽然你对待剑术十分谨慎认真，但我却无法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任何感情，就好像是在模仿某位强者。若你还想继续走剑术这条路，那么你就得找到握剑的理由，否则你待在这里也将变得没有意义。我会给你1年时间，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剑吧。时间很快到了分别的日子，布莱特率先踏上了离开的马车。可就在这时，男孩冲着远去的马车大喊道：“我们一定要变强，然后再次相遇。”马车渐渐远去，并未停留。男孩有些失落，他告别伙伴们后便上车离开。不久后，剑术馆外只剩下了朱蒂斯一人，可突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，正是方才离去的布莱特。我仔细思考了一下，如果连我都离开了，那学院里还有谁能承受你那古怪的脾气？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拌着嘴，缓缓朝着学院的方向走去。而此刻的馆主室内，教官一脸担心的询问：“那孩子真的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剑吗？”闻言，馆主微微一笑：“有什么可担心的？那家伙可是大陆第4天才，只不过不同的是，那孩子是努力型的天才。”几天后，男孩乘坐马车来到了领地外，可突然迎面驶来一辆马车。管家见状大惊，因为车上坐着盖恩家族的次子艾伦，曾经当面羞辱过男孩的少领主，并且他们此刻已经下车等待，显然是没有什么好事。管家当即告诉男孩不要下车，并表示自己会去应付，可男孩却拒绝了他。出于礼貌，他决定亲自下车问候。艾伦惊讶地发现，现在的男孩不仅身体变得更加结实了，身上还有着一股难明的气势，但艾伦却对自己有着秘制自信。看样子你刚从布鲁诺回来，据说剑士只要握手就能看出对方的实力。作为早你6年开始练剑的前辈，不如就让我来检查下你的实力吧。闻言，管家屏住了呼吸，暗暗祈祷着少爷不要答应。可突然，男孩一把握住了他的手，艾伦瞬间大喜过望，让我看看你痛到扭曲的表情吧。可无论他如何用力，男孩的脸上却依旧满脸平淡。对了，是要用力的对吧？猛然间，一股撕裂感传进他的脑海，痛得他瞬间抽回了右手。艾伦满脸的不敢置信，自己居然先松开了这个废物的手。就在男孩感到无趣准备离开时，却突然有一只猫开口说话：“这就结束了？上去揍他呀！”艾伦的护卫当即意识到这是一名魔法师，传闻被魔法师盯上将会带来厄运，于是他当即决定带着自家少爷离去。猫咪见状也没了兴致，于是便不再刁难他们。而男孩很快便回到了家中，在父亲的解释下，他才知道原来那只猫咪名为露露，是
是一位极强的魔法师，并且就在几天前，他还说了想要成为希里尔的师傅。但由于不清楚猫咪的来历，希里尔并未答应他的请求。可就在众人谈话间，露露却突然出现在餐桌上。原来他就是你的哥哥呀！希里尔连忙抓起露露，一脸慌张地询问他来这里的目的。我是来说服你哥哥的，毕竟希里尔最喜欢的就是哥哥。如果我把他给攻略了，或许你就会想要成为我的徒弟了。可话音刚落，希里尔的脸色瞬间涨得通红。你这辈子也别想我当你的徒弟！说罢便冲出了大门，而露露则在身后不停地道歉。翌日，男孩便重新开始了训练，但他却在演武场内发现了露露的身影。原本以为他是来说服自己的，可他就静静地待在一旁，根本不愿搭理男孩。起初男孩并不在意，可足足过了1周，他还在旁边。男孩不禁开始感到疑惑，身边的骑士也提醒他，据说这只猫被称为诅咒之猫，任何被它盯上的人都会遭遇不幸。男孩不禁上前询问，你不是想要说服我吗？为什么一直不见你行动呢？希里尔身上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，可你却像溪边的石头一样平凡。说着，露露掏出一颗猫眼石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，收下它。你去希里尔面前帮我说点好话。一旁的管家见状不由一惊，这种橙色的猫眼石足以买下一个领地。可男孩却没有当即收下，而是询问露露为何这么执着于希里尔，甚至不惜送出这么贵重的东西。闻言，露露掏出一堆玩具，这些都是我学会魔法之前的回忆，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东西。我和你们人类可不一样，因为太过在意金子而错过真正重要的东西。男孩欣慰一笑，原来希里尔对他来说也是金钱无法买到的珍贵之物。想到这，男孩拒绝了他的猫眼石。我不会收下你的贿赂去说一些违心的话，但我会向希里尔表达我真实的感受。露露也没有强求转身离去，就算这样，我也一定会说服你帮我的。第二天，露露一脸震惊地找到男孩，快跟我来，出大事了！可当男孩神色慌张地赶来，才发现露露是想让自己陪他吃饭，因为如果没人陪着他就会十分不安，所以对他来说是超级重要的大事。随后，露露指着一旁打盹的小猫询问男孩，你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吗？男孩怎么可能知道小猫的想法，只能询问露露答案，可他却一脸震惊地表示，我怎么可能知道？惹得男孩不禁开怀大笑。自从母亲去世，他就再也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。可突然却想起了馆主的话，给你1年时间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剑吧。男孩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必须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剑。他淋着大雨来到演武场内，可握住剑柄又觉得迷茫不已，究竟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剑呢？男孩握紧巨剑猛然挥出，顿时一股无形的压迫弥漫开来，身后紧紧跟随的露露瞬间睁大双眼。他悄声来到男孩身后，空中的雨水瞬间停滞，一股凝形的能量波动出现在2人头顶。露露紧紧盯着男孩，你来做我的徒弟吧。这只呆萌可爱的小猫却还有着一个令人震惊的身份，那就是凌驾于这片大陆的魔术师。他们不同于魔法师，需要理解世间的法则来操控魔力。他们打破了世间的法则与常识，仅凭一人之力便可搅动风云。可就是这样的存在，却仅仅是看见了男孩挥剑，就铁了心要收他为徒。因为一个魔术师的实力高低，取决于他内心的力量有多强大。而男孩刚刚挥出的一剑，就让他看见了一股惊人的意志，更是让他看到了无限可能。可面对如此诱惑，男孩却当即拒绝。不是他不想学，而是因为刚刚那一剑并不属于自己，是梦中剑神的力量促使他挥出的一剑。男孩把梦中的事情告诉了露露，希望他能帮忙破解其中的秘密。可露露也只是听说，但从未见过这种事情，所以连他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但能够确定的是，这并不会影响男孩学习魔术。可男孩闻言却依旧不为所动，他实在不想用他人的意志来学习魔术，只想找到属于自己的剑。可露露却对他嗤之以鼻，如果刚刚展示的不是你的剑，那平时挥出的就是属于你的剑了吗？作为师傅，我得给你一些忠告，你做的那些根本不是努力，而是在白费时间罢了。夜里，男孩回想着露露的话，突然管家推门走了进来，说是要传达2件事情。首先是即将面临的讨伐战，几天后将会在我们这里举行讨伐会议，而另一件事则关于魔术师露露。传闻他曾属于奥雷克尔魔术公会，可自从他离开后，公会就变得支离破碎。还有他曾到过的卡尔领地，那里的少领主便遭遇不幸失去了生命。无论他走到哪里，都会象征性的带来灾难。虽然不能证明这与他有直接的关系，又或许这只不过是传闻，但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背负风险。管家走后，男孩陷入了沉思，他试探性的开口说道，请你理解我的管家，他只不过是担心我罢了。在我眼里，你不是那种会伤害他人的混蛋。没想到竟然真的得到了回应。如果我为你和希里尔带来了危险该怎么办？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那些事情是你做的吗？露露连忙探出脑袋，当然不是，我只是刚好路过罢了。工会是2个坏脾气的老头毁掉的，少领主的死是因为孩子们互相打架。男孩陷入了沉思，无论是接连发生的偶然事件，又或是露露编造的谎言，两者之间都很危险。可男孩很快就释怀的笑了，没关系的，我也和你一样有着很多不好的传闻，所以我相信自己的直觉。若是真的为我带来了不幸，那就到时再说吧。我会试着去说服周围的人，让他们也能坦然地接受你。闻言，露露感动不已，她从百宝袋中掏出一颗宝珠，这个给你，记得在希里尔面前替我多说点好话。男孩想要拒绝，但露露早已消失不见。他疑惑地盯着眼前硕大的宝珠，这不是露露最珍贵的宝物之一吗？翌日，男孩找到了父亲，必然决定要参加本次的讨伐战。可父亲却露出一抹担忧的神色。讨伐战并非是单纯与怪物的战斗，
还是与其他家族之间的比试，其中更是有着巨大的压力。即便如此，你也愿意参加吗？闻言，男孩点了点头，他坚信着自己能够做到。可仅仅是几天后的联合会议，就令男孩的信心瞬间跌落到了谷底。南部6大家族来到帕雷伊拉领地，作为领主自然要盛情款待。可他们刚一落座，就火药味十足，使出百般花样来刁难男孩。特别是关系恶劣的盖恩家族，他们以握杯姿势为由，嘲讽男孩不懂餐桌礼仪。想必这就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差距吧。这番话直接令父亲颜面扫地，但他并未责怪男孩，而是默默承受着一切。可几位领主显然不愿轻易放过他们，在盖恩男爵的煽动下聊起了音乐。可当问到男孩时，他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。这狼狈的反应正中他们下怀。你也算是贵族，却连基本的素养都没有，断了话题也不嫌害臊吗？男孩瞬间成了众矢之的，旁人冷漠的视线令他备受煎熬。这一刻，他终于知道自己数年的懒惰和无知带来的下场。现在的他什么也做不到，甚至就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。他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了这里，只留下父亲一人承受一切，又逃跑了。原以为自己早已改变，原以为自己能够与他们抗衡，男孩感到强烈的不适。这一刻，他才真正知道数年来父亲究竟为他承受了多少。他来到演武场内，疯狂地挥舞长剑，试图以此来麻痹自己。可脑海中又想起了露露的话：“你不过是在白费时间罢了。”光是透支身体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努力。为了达成目的，去严格要求自身以及心灵，这才是努力。不仅要锻炼自身，还要去磨练内心。你敢说你已经竭尽全力了吗？男孩使出浑身解数，挥出一剑。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可突然身后传来阵阵讥笑声，那个家伙连举杯都不会，难道会懂如何持剑吗？为了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，绿毛直接抽出长剑要与他对练。不过是刚刚练剑1年的菜鸟，就让我来教教你如何用剑吧。可他的话音未落，一道身影就如闪电般爆射而来，只听轰的一声，绿毛还未抓稳的长剑瞬间被击飞数米。不等他做出反应，一柄巨剑已然悬在脖颈处，胜负已定。男孩转头望向周围，还有谁要来？这时，一位壮硕的男子走了出来，是拉塞尔家族的大少爷马丁。传闻他在剑术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，光看体格，双方就不在一个等级。这小子恐怕是要吃点苦头了。战斗一触即发，马丁率先发起攻势，短短一瞬便已挥出数十余剑。可诡异的是，男孩不仅轻松化解了他的攻击，脸上却还始终保持着平淡。只听砰的一声，马丁被震出数米之远，还没等他站稳脚跟，男孩便如雷霆之势般出现。马丁堪堪提剑挡下，可巨剑带来的分量却将他双手震得通红，他的脸上不断冒出冷汗，心中已经开始打起了退堂鼓。可战斗仍未结束，男孩的身影骤然出现，眼看巨剑就要落下，却有一道声音打断了战斗。胜负已经显而易见了，在你的双手彻底废掉之前，趁早放弃吧。而来人正是盖恩家族的大少爷莱恩，不如我陪你试试吧。不过这次我们要用真剑。没想到男孩竟当即答应下来，这令莱恩感到有些意外。看来你的胆子大了不少。要知道以前的你，不过就是个只会躲在被窝里的胆小鬼吧。而此时的男孩已经闭上了双眼，这一幕直接令莱恩嗤笑出声。你果然还是没变。可男孩突然睁开双眼，身上瞬间涌出一股无形的气势。莱恩顿时感到一阵寒意，身形竟不自觉地向后倒退数米，直到贴紧墙壁方才停下脚步。为什么我会对他感到恐惧？他不想承认这个事实，正欲提剑反击，却有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。只见他手中的长剑轰然炸裂，而男孩却依旧站在原地未动，只是手中巨剑已然落下。这一幕顿时惊得众人目瞪口呆，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就在莱恩不知所措时，几位领主已经结束会议走了出来。盖恩领主见状脸色大变，你的佩剑为何会断？莱恩知道自己不能在几位领主面前失态，于是便装作一副坦然的样子，大方地承认是自己输掉了比试，并对男孩的剑术一顿夸赞。几位领主当即会意，对着男孩的父亲一顿彩虹屁，这才令原本尴尬的气氛有所缓和。夜里，莱恩跟在父亲身后一言不发。突然，父亲开口打破沉默：“没想到你竟会故意输掉比试，但也多亏这样，我们与帕雷伊拉家族的关系才不至于闹僵。但若是你下次再随意改变计划，我绝对不会轻饶你。”可他又怎会知道，莱恩仅仅在一瞬之间就彻底遭到了碾压。而经过这次的事件，男孩的心态也被彻底改变。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将负担丢给家人了，于是他当即找到了露露，并表示自己要与他学习魔术。露露并未当即答应，而是让他第二天再来，因为现在的男孩情绪太过激动，根本不是修炼的状态。于是，在平复心情过后，男孩再次找到了露露，却发现她已经穿了一身正式的服装。这也就说明，露露已经正式决定要传授他魔术。一个魔术师的力量取决于他的内心，而按照你的情况来说，就是想要守护家人的心。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加强这份愿望。其中最简单且普遍的方法就是迷信。传说古人会将太阳奉为神明，并通过供奉从而实现愿望，这便是信念的力量。根据信念的高低，魔术的力量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。而现在最适合你的方法就是怀着强烈的愿望去进行剑术修炼。这无疑令男孩感到疑惑，这与自己平时的剑术训练有何不同吗？露露自信的冷哼一声，这相当于是一种契约，每天挥剑1000次，但每一剑都要饱含你的真心。就算你每天坚持剑术修炼，你也未必能够达到想要的境界。
但若是你重复与愿望相关的行动，你的内心就会越来越强大。随着你履行契约时间的增长，效果也会愈发明显。这就是所谓的迷信。从那以后，男孩便开始了修炼。与以往不同，他在练剑的同时没有停下思考，他开始试着将至诚的心意注入长剑。露露盯着男孩，愈发感到满意。或许他真的能凭借努力觉醒魔术的力量。4天、7天，直到第10天，男孩终于开始自我怀疑：这样做真的有用吗？又或是我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罢了？突然，露露打断了男孩：这世上有一种东西，能够将炽热的内心归于平静，可以将岩石般的决心化作沙土，那就是对自身的怀疑。当你的热情消散，动作变得沉重时，心中的杂念就会变多。但你要明白，你并非是孤身一人，大家都与你同在。只要和重要之人共同面对困难，你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。可男孩闻言却愈发消极：我曾经是个只会逃避的胆小鬼，没有人会愿意相信这样的我。说着就要转身离开，可露露突然叫住男孩：我相信你，我曾经说你像溪边的石头一样平凡，但后来我发现是我错了，你确实是溪边的石头，但你是光滑且坚硬的鹅卵石。在我看来，你的身边有很多喜欢你的人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擅自断定结论。露露这番话成功点醒了男孩，让他想起了足足等了他10年的家人，若是没有他们的信任，自己可能连举剑的意志都没有。还有剑术馆的教官与同学们，当然还有露露，他们都选择了相信自己。抱着这份信念，男孩沉沉睡去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周围的魔术波动。而与此同时，书房内的西里尔猛然抬头，好强的魔术气息！他连忙冲进哥哥的房间，却发现他正被一股莫名的能量包裹着。露露一脸慌张地解释，他觉醒了魔术。可身为魔术师的西里尔一眼就看出端倪，他大声询问露露这究竟怎么回事。他为了达成心愿，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，谁都无法去介入和干预，只有他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时，他才能从里面出来。但谁也不知道会耗费多长时间，也许明天就会回来，也有可能需要1年时间，又或者永远也不会回来了。得知此事的西里尔几近崩溃，露露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难道真的是我带来了诅咒吗？而此时的男孩来到了一个奇怪的世界，梦中的剑神就在他的面前。突然，男人停下挥剑，转头望向自己。这一刻，男孩终于看清了梦中剑神的容貌。两人就这样相互对视了许久。突然，剑神身上的气势瞬间膨胀数倍，紧接着一股凝形之力爆射而来。男孩猝不及防之下，根本无从躲闪，只能任由那股气息将自己给拽了过去。而此时，剑神已然化作一团刺眼的光球，男孩就这样闭上双眼，昏厥了过去。良久，少年昏昏沉沉的醒了过来，却发现衣服不知何时已经变了模样，而眼前的剑神也早已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了他手中那把千金巨剑。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一幕，男孩突然想起了露露曾说过的话：无法用言语解释的情况就是魔术。难道是自己成功觉醒了魔术吗？若是这样，那么这里就是根据我的愿望而构成的世界，一个只属于我的修炼场地。想到这，男孩便立刻开始了挥剑，并在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剑。就这样，男孩一直练到了深夜。可此时的他却仍旧意犹未尽，心想着如果一直都是白天就好了。不想这个念头才刚一落下，顿时就有一抹朝阳照在了他的脸上。男孩瞬间被这一幕给震撼了，随后他又想象着春天的季节。下一刻，周围的万物瞬间开始复苏。接下来，男孩又试了各种各样的想法，发现都能如愿出现在这个世界，这让少年感到无比的兴奋。这里简直就是为了修炼而量身打造的。可直到第5天，男孩才发现了异常，自己每次睁眼都会在这个世界醒来。难道说达不到自身的目标，就再也无法从这里出去了吗？梦中的那个剑神到底又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自己觉醒魔术的瞬间出现？这一切都让男孩感到十分的疑惑。但也仅是片刻，他便甩去凌乱的思绪，再一次集中精神开始了挥剑。就这样，他的挥剑次数每天都在增加，3000遍、4628遍、5742遍。而在达到6000遍以后，少年就再也无法继续提升了。而现在已经是他来到异世界的第210天。男孩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，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自己，又一次举起重剑开始了修炼。可直到第353天，男孩才发现自己的挥剑次数越来越少了。如今一天已经仅仅只有了5000次。已经1年没有休息的少年，此刻感到十分的疲惫，或许休息一下就好了吧。第417天，少年的双手已经被刺得通红，而挥剑的次数也仅仅只有了3000遍。或许是因为受伤的缘故，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时间很快来到第624天，也是少年没有握剑的第96天，他放弃了。他甚至开始认为这才是正确的结局，毕竟自己早就浪费了一半的人生，就连在剑术馆里的成就，也是依靠梦中剑神的意志才达到的。男孩逐渐忘记了自己的目的，就好像失去了剑神的帮助，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泡影。可能自己就只有这点能力吧，无所谓了，反正这里也没有人会打扰自己，就这样睡下去吧。可迷迷糊糊间，少年听到有人在呼喊自己的姓名，他猛然睁开双眼，发现伊利亚正在门口喊自己起床训练。说着，他自顾自走出了房间。男孩来不及多想，立刻追了出去。可等他来到外面，才发现这里不知何时已经多了一条跑道。然而还没等他去想怎么回事，前方就传来了伊利亚的催促声。就这样，男孩一直跑到了天亮。刚想问问怎么回事，伊利亚又带着他开始了剑术训练。每当少年想要问出心中疑惑时，伊利亚总会凶狠地让他专心训练。就这样，时间很快来到
到深夜。伊利亚也让男孩停下了训练，而他也就这样消失在了原地。见状，男孩显得有些落寞，他果然不是真正的伊利亚，难道是自己无意间叫出来的吗？不过这样似乎也挺好的。第二天，睡梦中的男孩被朱蒂斯一把扯了起来，你还要偷懒到什么时候？还不赶紧起来训练！说罢，朱蒂斯便把男孩给拉了出去，而门外他的伙伴也早已等候多时。看着他们吵吵闹闹的样子，男孩仿佛又回到了学院的日子，而伊利亚也带着他开始了训练。可因为太久没有挥剑的缘故，此时他连握剑的姿势都忘了。然而就当他想要放弃时，一旁的伊利亚却告诉他没关系，相信自己，你可以的。此时朱蒂斯与布莱特也停下了争吵，并冲着他点了点头。可男孩却陷入了沉思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，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任何事。我不仅懦弱，还很懒惰，为什么他们会愿意相信这样的自己呢？就这样，男孩在伙伴们的监督下，清晨跑步，上午与布莱特对练，下午则继续挥剑。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了许久，男孩终于明白了一切。露露说的没错，自己从来就不是孤身一人，根本就不必独自背负所有的压力。只要能和那些愿意相信自己、愿意爱自己的人在一起，我就能够战胜一切。就这样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男孩在伙伴的帮助与努力下，挥剑的次数终于超越了每日万次。布莱特笑着为他庆祝，而朱蒂斯则伸了个懒腰，随即严肃地嘱咐他不准再颓废了。说罢，他们消失在了原地，而伊利亚也在说出加油后消失了。男孩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。那么现在重新开始吧。在那之后，男孩便独自开始了训练。1237天、1345天、1492天，男孩依旧在不断坚持着训练，而四季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终于在1755天的时候，男孩停下了训练，不是因为不想练了，而是因为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。此时的他就仿佛经历了蜕变，与先前羸弱的少年判若两人。他迫切地想要看看自己究竟成长了多少，于是便久违地叫出了伙伴们，毕竟自己还有一样东西要向他们讨教呢。朱蒂斯如往常一般的嚣张，来到男孩身前吐槽着他为什么变得这么高了。男孩没有理会他的吵闹，而是来到远处抓住了重剑。我们打一场吧。朱蒂斯顿时就来了兴致，这个理由我很喜欢，那就由我来当你的第一个对手吧。可男孩却突然摇了摇头，不对，是你们三个。说着，男孩挥动手中巨剑，顿时一股猛烈的剑气向四周扩散开来。来吧，一起上吧。少年不吃不喝，每天挥剑万次，如此反复坚持了整整5年之久。如今他终于突破了自己的极限，于是为了确认自己究竟变强了多少，他久违地叫出了自己的伙伴们，并表示要与他们3个打一场。闻言，朱蒂斯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，你果然变了，变得越来越嚣张了。男孩没有说话，因为他知道这绝不是一场轻松的战斗。但是现在的他并不觉得自己会输。男孩闭上双眼，细细聆听着周围的一切。此刻无论是拔剑声，又或是极其微弱的喘息声，在他的耳中都是那么的清晰。突然，少年手持重剑猛然向前，钝器相撞的声音紧随而至。不等反应，布莱特的身影爆射而来。少年提剑堪堪击退2人，刚一稳住身形，朱蒂斯又出现在了头顶。好在少年的反应极快，避开攻击的同时又向前挥出一剑，可却被朱蒂斯给震出了数米之远。不错嘛，看来确实成长了不少。而回应他的则是少年的笑声。我看见破绽了。话落，无数剑气如暴雨般倾泻而来，朱蒂斯顿时就陷入了被动。好在布莱特的身影及时出现，为他化解了这致命的一击。朱蒂斯见状，迅速调转身形，与布莱特合力挥出一剑，轰的一声，剑气波及了数丈之远。少年艰难挡下这恐怖的一击，可伊利亚的身影又突然出现，不等反应，一道强悍的剑气爆射而来。少年无比吃力的持剑挡下，原以为他会就此倒下，可没想到他竟用巧劲强行甩开了剑气。这一幕顿时就惊呆了伊利亚，因为男孩刚刚所用的那招分明就是布莱特的招式。而此时的朱蒂斯已然靠近男孩，双方的武器猛然相撞，力道之大，甚至产生了剧烈的爆炸。可等浓烟缓缓散开，朱蒂斯却满脸的难以置信，你为什么会使用我的剑术？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而伊利亚也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，为什么你会用布莱特的防御术？闻言，男孩尴尬的挠了挠头，我会的就只有拼命努力而已，这都是我凭借之前的记忆学会的，只是现在的我还没有完全掌握。我想要学习你们的剑术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教教我。可闻言，朱蒂斯却当即冲他大喊一声，你这是强盗，分明自己都有那么厉害的才能了，还要抢别人的去用。可男孩却是满脸的无奈，你也可以去学习魔术了。这番话顿时就把朱蒂斯给气得不轻，拿起手中长剑就丢了过来。你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人话吗？就这样，男孩在伙伴们的指导下，又一次开始了修炼。而这样的日子足足持续了数十天，男孩终于彻底掌握了他们的剑术，并在对练中成功击败了他们。而他们也在做出告别后消失在了原地。男孩看着眼前的残影，露出了微笑，自己真的变强了，那是不是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？想到这，男孩便沉沉睡了过去。可就在不久后，屋外的世界突然开始剧烈的颤抖，紧接着一扇无比巨大的铁门凭空出现。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，男孩来到了这扇铁门跟前，他深知这一定就是梦
境的出口了，可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打开的方法。突然身后的中介吸引了他的注意，莫非这就是出去的钥匙吗？想想还真是可笑，自己之所以会来到这里，为的不就是摆脱剑神的束缚吗？可没想到却要依靠他的剑才能离开。如果是以前的自己，一定会因此而感到绝望吧。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自己确实是在遇到剑神后才发生了改变。为了成为像他一样的存在，自己才有勇气迈出了第一步。但自己所挥出的每一剑，又或是这一切，都不是那个男人的意志，而是因为自己选择了挥剑。这是属于我的意志，这就是我的剑。说罢，男孩开始疯狂大笑，而铁门也在他这一剑之下碎成了残渣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少年缓缓睁开了双眼，看着周围熟悉的一切，他知道自己终于从梦境中回来了，应该没有过去多久吧。抱着这样的想法，男孩打开了房门。突然脚下传来一声猫叫，男孩下意识的以为是露露，低头一看才发现是只白猫。这时管家突然迎面走了过来，可看见少年后，他却满脸的震惊，愣了半晌才哭着抱住了男孩，口中还不停念叨着太好了，您终于回来了。这话听得少年心中一颤，连忙询问管家自己昏迷了多久，可得到的回应却是整整5年。男孩顿时就愣住了，他这才知道原来魔术世界与现实是同步的。那自己与馆主的约定呢？赌上家族名誉的讨伐战呢？回过神后，男孩立刻找到了父母，跪倒在他们面前表达着歉意，可父亲却没有丝毫要怪他的意思，只是告诉他平安回来就好了。随后男孩又在母亲的口中得知，如今的妹妹已经远赴塞尔公国，拜入了魔术师安娜的门下。闻言，男孩这才露出一抹笑意，真是太好了，大家都没事。随后男孩又告诉父亲，自己这5年并没有虚度光阴，而是在魔术世界里努力修炼，并且还取得了不少的收获。从现在开始，自己绝不会再辜负帕雷伊拉家族长子之名，所以今年的讨伐战就由我来参加吧。可他的话音刚落，身后就传来了妹妹的声音，谁允许你参加讨伐战了？这次的讨伐战我替哥哥参加。此话一出，顿时就震惊了众人。要知道讨伐战从来都是由家族的长子参加，还从未有过例外。可希里尔却表示自己是认真的，毕竟哥哥才刚刚醒来，不应该让他冒险参加这么危险的活动。男孩刚想出言解释，希里尔就愤怒地打断了他。讨伐战关乎着家族名誉，无论出于何种考虑，都应该是我去参加。倘若你真有自信，那就先打赢我吧。闻言，少年缓步来到了门口，那就来吧，我会向你展示我的修炼成果的。不久后，2人便来到了演武场内，可男孩却迟迟没有前去拿剑，这让希里尔有些不耐烦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拿剑准备战斗！可少年却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。希里尔的眉头紧锁，你明明就没有握剑。可他的话音未落，男孩的手中就凭空出现了一把巨剑。来吧，现在我准备好了。他们一个是连续挥剑5年的剑术怪才，一个是凌驾于这片大陆的顶尖魔术天才。当二者交战，究竟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？只见少年双手呈握剑姿态，随即一柄重剑赫然凭空出现在手中。这一幕顿时就撼动了旁人的眼球。莫非少爷是真的觉醒了魔术吗？而希里尔的牙关一锁，猛地从腰间掏出几枚巴掌大的短剑。可奇怪的是，短剑在他的操控下仿佛有了生命，猛然化为大剑，朝着远处爆射而去。这一幕看得少年也是冷汗直冒，但还是凭借重剑一一化解了攻势。可仅仅是下一秒，又有无数柄飞剑疾驰而来，轰的一声，演武场内顿时产生了剧烈的爆炸。这一幕看得旁人也是心惊胆战，可唯独管家却看出了端倪。为何少爷一直都只守不攻呢？而此时希里尔已然停下了攻势，方才嚣张的气焰也全然不见，只是小声向眼前的少年哭诉着：“你这个笨蛋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”而少年也来到了妹妹身前，温柔地告诉她不用担心自己，这一次我真的很有信心。闻言，希里尔再也绷不住的大哭出声，与哥哥紧紧相拥在了一起。不久后，2人回到了屋内。希里尔表示这次的讨伐战十分凶险，因为魔人出现了，他们与恶魔缔结契约，获得了强大力量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们就是唯一能与魔术师比肩的存在，所以他们与普通的魔物不同，可谓是相当的危险。说着，希里尔长叹了一口气，果然还是不行，我也要和哥哥一起参加讨伐战，毕竟你刚刚也看见了，我也超级厉害的，这恐怕不行哦，你还得参加重要的活动呢。听见这声音，希里尔顿时大惊失色，因为来人正是他的老师，来自塞尔公国的魔术师安娜。原来你就是希里尔的哥哥呀，这孩子5年来可是一直都在说你的事情。闻言，希里尔顿时就炸开了锅，连忙红着脸求老师别再说下去了，如果想让我闭嘴的话，那就请你回到房间乖乖等我吧。而在希里尔走后不久，安娜便把一个吊坠交到了男孩手中，这是能够感知魔气与危险因素的道具，并且还附有解毒的效果，这是我和希里尔一起制作的。这5年来，他一直在祈愿着哥哥能够平安归来，每天都会往吊坠中灌输自己的力量，所以请你一定要收下它。说罢，安娜便走出了房门。你是个比我想象中还要帅气的哥哥呢。而男孩也露出了一丝幸福的笑容，在他眼中自己是幸运的，毕竟他的家人们全都平安无事。只是露露到底去哪里了呢？时间很快来到讨伐战的前夕，南部6大家族全都聚集在了一起，而贵族们在看到男孩之后，也不禁小声议论起来：这家伙不是又睡了5年吗？怎么好意思来参加讨伐战的？况且他也从未有过讨伐魔物的经验。而莱恩看着许久未见的男孩，嘴角却猛地勾起了一抹邪笑：你能回来可真是太好了，当年你让我受到的所有屈辱，我一定都会100倍奉还给你。随后几人又聊起了这次的讨伐战，原来因为魔人的出现，王国派出了黄昏骑士团与魔法师，并且据说这次的讨伐战可是由黄昏骑士团的副团长亲自
负责的，所以我们不参加的话可就亏大了，毕竟还有可能获得不少荣誉呢。而绿毛在旁人的提醒下，这才注意到副团长已然出现在身后，他用低沉的嗓音冲着众人喝道：“诸位贵族们，我奉劝你们还是不要参加本次的讨伐战了。”此话一出，顿时震惊了在场众人。盖恩领主甚至已经开始上前抗议，可下一秒，一股无形的威压席卷而来。诸位贵族似乎并不知道魔人的恐怖啊！我和我的部下们可是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为的就是消灭可恶的魔人。可你们却将王国的安宁置之脑后，反而更加注重自身的利益。若是让你们与我一同讨伐魔人，我实在是难以接受。此时的众人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，丝毫不敢再有半分怨言。可突然却有一名少年跪在了副团长身前，他强忍着压迫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并为先前侥幸的态度表达了歉意。随后又表示今后会将副团长作为榜样，拼尽全力去改正自己，所以请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闻言，副团长当即开怀大笑，并告诉众人刚刚不过是自己的玩笑罢了，讨伐战还是要参加的。当然，魔人的恐怖可并非玩笑，希望诸位在明日出阵前调整好状态。夜里，副团长独自坐在案台前感慨着。盖恩家族的莱恩是吗？确实是个不错的孩子，只可惜这里就只有他一个人才。思绪间，一位老者走了进来，他是隔壁王国的流浪骑士，与副团长乃是多年的故交，二人一见面就相谈甚欢，最后更是聊到了骑士的徒弟。他也曾是布鲁诺剑术馆的学员，只可惜最终也遭到了淘汰，毕竟那一期的学员实在太过恐怖，特别是林赛家族的天才伊利亚，他在最终测验中拿到首席的位置，却又拒绝入馆。而他在离开剑术馆后，小年纪就当上了王国最强骑士团的名誉骑士。说着，老者不禁感慨道：“大陆上又出现了一位顶尖怪才啊！”闻言，副团长却长叹了一口气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！我们赫尔王国怎么就没有这样的人才呢？可闻言，老者却满脸的疑惑。据我徒弟所说，你们有一位足以比肩伊利亚的超级怪才，他在最终测验的时候展现出了丝毫不输伊利亚的实力。听说他仅以毫厘之差拿下了那一届的学生次席。我的徒弟曾亲眼见过那一击，他对此的评价是相当震撼。不过不知为何他最终也离开了剑术馆。据说他出身于赫尔王国南部，那么他应该也会参加本次的讨伐战吧？闻言，副团长顿时拍桌而起。那孩子叫什么名字？对了，那孩子似乎是帕雷伊拉家族的长子艾恩。他本是被所有人都瞧不起的废柴少爷，可如今却成为了这片大陆的剑术奇才。得知此事的团长无比震惊，真有意思，自己的队内还有这样一号人物吗？于是就在第二天，团长便找到了独自坐在树下的男孩。为何旁人都在利用空余时间修炼剑术，而你却能从容地坐在树下休息呢？少年沉思了片刻，随即表示，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，修炼剑术并非就算是在努力，因为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这话听得贵族们一阵无语，真是有够装模作样的。而团长对此也感到十分的好奇，于是便让少年解释其中的含义。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讨伐魔人，并以此来为家族争取荣耀，但我从未有过参加讨伐战的经验，所以我的重心不应该放在修炼剑术上，而是应该去关注其他事情。只有在行动之上辅以至诚的心，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努力。这番话也让团长彻底对少年刮目相看，于是便将他给安排到了自己身边，随后便转头号令全军列队前行，开始出发讨伐魔人。可少年不知道的是，在他被团长注意到的瞬间，就已经触碰到了某些人的利益。毕竟盖恩家族之所以来到这里，为的就是能够得到团长的青睐，从而提升自己家族的地位。可这一切都被他给打乱了。而此时团长也在少年的口中得知，身为剑士的他竟然觉醒了魔术。要知道这在整片大陆都是极其罕见的，这也让他愈发对眼前的少年感到好奇。可就当他准备进一步询问时，却发现少年不知何时已经停下了脚步，并且还面色沉重地望向身后，这让团长不禁感到有些疑惑，于是便随着他的目光向后看去。嗡的一声，他的脑袋瞬间就炸开了锅。只见一个无比巨大的魔人正伫立在身后。回过神的团长迅速下令准备战斗。可虽然骑士团能够轻松解决魔物群，但眼前这个巨人才是真正的威胁，他的实力恐怕不比自己弱上半分。然而就在他思绪间，却有一道身影闪电般窜了出去，随即只见一阵寒光猛然乍现，硕大的魔人竟在一瞬之间被其斩成了两半。而挥动这一剑的正是方才面色沉重的少年。这一刻，所有人的脑海中都只剩下了两个字，那就是震惊。就连团长也被这一幕所震撼，如此强大的魔人，竟在他一剑之下就断成了两截，这家伙究竟是怎样的存在？可很快变故就发生了，魔人断开的身体突然开始飞速愈合，随即猛地挥拳砸向空中的少年。轰的一声，这一拳的威力恐怖如斯，如果少年没有躲开，恐怕已经碎成了残渣。可下一秒，少年突然沿着手臂窜了出来，不等反应，他的身形一跃来到头顶，猛然一剑斩下了魔人的右臂。后者疼痛之下发出阵阵哀嚎，随即不顾一切的挥拳砸向少年，却不知他的破绽已经暴露无遗。霎时间，几道剑气划开了他的大腿，魔人的重心猛然偏移，一个踉跄朝着林中倒去。这番行为也彻底将魔人激怒，他冲着少年发出剧烈的嘶吼。团长看出不对，立刻指挥少年后退。可他的话音未落，周围的空气中瞬间
间凝聚无数剑气，紧接着在少年的操控下，一道狂风般的剑气爆射而出，整座森林顿时就被斩成了两半。这一剑可谓是彻底震碎了旁人的魂魄，任谁也无法相信这是一介凡人所能达到的程度。只见少年剑气所过之处，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烟尘，团长更是怔怔地愣在原地。原来都是真的，真的出现了赫尔王国的超级怪才。就这样，讨伐队没有耗费一兵一卒，就彻底击退了这一波魔人。可少年却显得有些落寞，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。在巨人出现的瞬间，他只觉得根本无法控制内心的愤怒，就好像自己彻底变了个人一样。思绪间，团长已经来到了少年身前，你应该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吧？少年沉思了片刻，随即低头向团长表达了歉意。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擅自进行了单独行动，十分抱歉。可回应他的却是团长爽朗的笑容。看来你很不擅长应对玩笑了，你做得很好，多亏你快速处理掉了巨人，我们才没有受到巨大的损失。我非常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。说罢，团长便转身离开了这里。而此时，父亲满脸担忧地走了过来，在确认了男孩没有受伤之后，他突然紧紧抱住了男孩。我真的非常以你为傲。这话听得男孩有些恍惚，随即同样张开双手抱住了父亲。谢谢你。而少年虽然拯救了所有人，但却依旧有人对他恨之入骨。他向身后的护卫下令，立刻开始执行计划。而不久后，团长便在少年的口中得知，原来他当时之所以会率先发现魔人，是因为这枚水晶吊坠提前感知到了魔气。但令团长感到匪夷所思的是，这枚吊坠感知魔气的速度竟然要比司机的生物还快。思绪间，男孩手中的吊坠开始泛出光芒，并指出了敌人正在左侧靠近。于是在他的指引下，讨伐队迅速在左侧列阵准备。而片刻后，林中果然窜出了一群魔物，但讨伐队早已提前做好了准备，所以很快便将魔物们给一网打尽。而团长也彻底相信了少年的话，于是便当即下令，从今往后，相较于司机的圣物，会优先根据你的话来判断魔物的位置。而此时的莱恩默默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心中却早已是怒火中烧。时间很快来到黄昏，少年独自坐在树下准备吃饭，可突然胸前的吊坠却泛起了黑光。妹妹曾与自己说过，这就代表着他感知到了毒素，不过吊坠还带有解毒功能，只需等它颜色恢复正常就好了。男孩的眼神顿时一冷，虽然早就想过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但没想到他们竟会做得如此露骨。男孩并不打算戳穿他们，一是为了不让父亲担心，二则是他不希望影响到这次的讨伐战。可少年在解完毒之后，却在碗底摸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的内容不禁让他感到有些诧异，没想到还会有人帮我吗？而此时他的身后正隐藏着一个人影。吃完晚饭，团长却突然找到了少年，并表示要与他来对练一场。这一消息很快就在营内传开，所有人听说后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，纷纷前来观摩二人的战斗。只见二人分别持剑立于空地两侧，突然团长的身上猛然散出威压。这场对练是为了衡量你的实力，所以我们便各自全力挥出一剑，并以此剑来一局定下胜负，如何？闻言，少年没有丝毫动摇，斩钉截铁地应了下来。见状，团长的脸上顿时勾起一抹笑意，有意思，你比我想象中还要优秀100倍。他是荣誉满身的王国骑士团长，可如今却要自降身段挑战后辈，只因他看出少年是100年难遇的剑术奇才。于是为了衡量他真正的实力，团长决定用一剑来定下胜负。可比是刚一开始他就感受到了威胁，因为少年身上散发出的气势就好像钢铁一般无坚不摧，并且此刻还在不断的膨胀，最后甚至变得如同山峰一般高大。这一刻，团长的心中只剩下了一个想法，那就是自己若是不使出全力，恐怕立刻就会死在这里。随即只见他身上的气势猛然膨胀数倍，这一幕看得旁人瞳孔骤缩，我还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团长。这时一名着急吃瓜的小兵匆匆赶了过来，不料却被地上的石头绊倒，正巧就摔倒在了二人的中间，而两人也因此收回了气势。可团长却丝毫没有要怪他的意思，只是告诉少年比试就到此为止吧，已经足够了，从此刻开始你可以不用征求我的同意单独行动，我承认你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专家级别。夜里，少年躺在床上久久没有入眠，因为无论是与巨人的战斗，又或是与团长的对练，都有一股强烈的感情在支配着他，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被人夺走了一般，似乎第一次梦到剑神时也是这种感觉。莫非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吗？少年静静看着眼前的剑神，瞳孔却突然猛地收缩。等等，为什么与曾经不一样了？那个男人为什么在生气？想到这，少年猛地醒了过来。平静过后，他陷入了沉思。每当梦境改变时，自己也会出现变化，可变化究竟是什么呢？而另一边，莱恩愤怒地质问着自己的护卫：“你确定你把毒药放在他的食物里了吗？为什么他看上去一点事情都没有？今天再给他下加倍剂量的毒药。”闻言，护卫的心头一颤，若是这样，恐怕会出人命的。这番话听得莱恩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现在是在我面前担心他吗？给我做好你的分内之事，别忘了你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。”而就在不久后，少年毫无疑问地再次解开了毒素。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，这次他也同样收到了纸条。很快，讨伐队便再一次踏上了征程。可还没走出多远，队伍前方的少年就突然停下了脚步。而在片刻之后，胸前的吊坠又一次亮了起来。下一秒，少年的身形如离弦之箭般爆射而出，所到之处果然有一群魔物出现。男孩的意念一动，扩剑赫然出现在手，
随即一剑将魔物给斩成了2段。可几乎是在同时，他的身后猛地窜出几条黑影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团长的身影及时出现，魔物群瞬间就遭到了他的灭杀。你的身后就交给我吧。而因为少年这几天出色的表现，队内的骑士们也越来越信任他。可就在他们走后不久，少年却盯着手心陷入了沉思。为什么自己变得愈发敏感了呢？现在的自己甚至能比吊坠更早感知到魔气，莫非这也是因为剑神的影响吗？而另一边，莱恩又一次冲着护卫大发雷霆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反而更加活跃了？我看到他胸前的吊坠发光了，或许是他拥有解毒的功能。这话听得莱恩心中怒火更甚，为什么事事都不顺心？究竟要怎样才能压倒那个家伙？突然，莱恩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既然事已至此，那我也必须打败魔人才行。于是就在讨伐队抵达魔人的根据地时，莱恩便与团长请命加入了头阵。殊不知，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，为讨伐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。众人很快便进入了洞窟，可突然却有一阵悠扬的琴声传来，士兵们顿时就被迷得神魂颠倒，而昏暗的洞窟也变成了辉煌的宫殿。少年深知他们这是陷入了幻境，可却怎么也吵不醒他们。这时，团长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随即猛然发出一声狮吼，士兵们顿时就清醒了过来。然而，正当他们打算继续深入时，却看见了一位正在弹琴的曼妙女子。她用摄人心魄的嗓音缓缓说道：“欢迎你们的到来。”说罢，她的脑袋竟180度转了过来。要不要再听一首曲子呢？这一幕看得团长也不禁毛骨悚然。这家伙分明就长着人类的面孔，但却拥有着恶魔的力量。就连团长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魔人。而此时，莱恩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他在心中不断告诉自己能够做到，一定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在艾恩之上。想到这，他竟直接闪身窜了出去。这个魔人必须由我来杀，就这样一剑把他斩碎吧。可下一秒，变故就发生了，魔人的发丝猛然变长，朝他袭来。莱恩迅速提剑格挡，可却发现他的头发坚硬如铁，自己根本就无法斩碎。而这一幕也彻底激怒了魔人，他的发丝猛地化作一只巨手，眼看就要抓住莱恩，护卫却突然出现为他挡下一击，随即立刻大声交代少爷退后。可他的话音未落，魔人就迅速将他给拽了回去，随即冲着众人露出一个阴冷的笑容：“我们来做个交易吧，倘若你们愿意让我离开这里，我就放了这位英俊的骑士。”可闻言，团长的面色一冷，随即告诉盖恩领主不要接受魔人的提议。而领主在犹豫片刻之后，还是决定大声拒绝了魔人的提议。那还真是可惜了呢，可怜的骑士竟然就这样失去了生命，而且还是为了救那个愚蠢的少爷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换个条件吧。说着，魔人的瞳孔猛然散出光芒，而莱恩此时才想起来逃跑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早已动弹不得。就这样，莱恩也被魔人给抓了过去。见状，团长也不愿再坐以待毙，于是便当即下令全军突击。可盖恩领主这时却拦住了他们，这番行为无疑遭到了团长的质问，但他又怎会甘心看着自家儿子死去？于是便索性心一横，立刻叫来了自家骑士挡住他们。这一幕也彻底惹恼了团长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难道你以为我会坐视不管吗？给我闭嘴！我必须要救出我的儿子。而领主在与魔人确认了约定依旧有效后，便开始威胁其他2位领主帮助自己。见状，团长也不再留情，立刻向黄昏骑士团下令，凡是阻挡我们讨伐魔人的家伙，不论身份与地位，一律灭杀。看着眼前的这场闹剧，魔人顿时就大笑出声。可怜的骑士啊，他们竟然表现出了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，那么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真是期待啊！说着，魔人突然注意到了什么，那个家伙是怎么回事？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保持那个姿势的？居然在这种情况下还闭着眼睛。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曼妙女子，却与恶魔缔结契约，获得了恐怖力量。面对王国骑士团的围剿，她更是从容不迫地绑架了2名人质。可面对如此强者，少年却一直紧闭着双眼。见状，魔人顿时满脸的不屑，真是个奇怪的家伙。可他的话音刚落，少年就猛地睁开了双眼，紧接着一道凝形剑气爆射而出，魔人根本就来不及反应，整个身体瞬间就被其拦腰斩断。但魔人的恢复能力惊人，无论是怎样的伤口，只要体内的魔气足够就能治愈。所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人质当作盾牌，为自己争取到恢复的时间。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少年根本就不在乎人质的安危，他只想除掉自己。少年意念一动，又是一股凝形剑气爆射而来，魔人的手臂瞬间断裂。这一刻他才真正知道，若是自己再不出手防御，恐怕立刻就会丧命于此。于是他迅速丢掉了2名人质，转而用发丝包裹住了身体。少年一剑落空，魔人的心中顿时狂喜，接下来便能安心恢复伤势了。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体内的魔气竟然无法汇集，这也就意味着他根本无法疗伤。魔人彻底陷入了绝望，他根本就不敢相信少年拥有这种力量。但现实是残酷的，少年抬起阔剑，毁天灭地般朝他猛砸而去。而在这一剑之下，魔人的发丝竟然出现了裂痕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比岩石还要坚硬的防御。此刻魔人的心中就只剩下了一个想法，那就是逃跑，不顾一切也要逃跑。可却只见少年的身上泛出阵阵金光，随即一剑斩出了剧烈的爆炸。这一幕彻底震散了旁人的魂魄。这个家伙还是人吗？然而此刻烟尘四起的洞窟中，却有一条黑影猛地窜了出去。见状，团长立刻闪身上前，猛然挥动长剑朝他劈砍而去。可却发现仅仅只有了下半身，原来这是魔人最后的保命手段。此刻他正用双手飞速狂奔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早已被烟尘之后的少年盯上。直到临死前的最后一刻，
魔人都一直怒睁着双眼，这是多么的耻辱啊！自己竟然输给了一介凡人。魔人最终化为尘埃，消失在了原地。唯一能够证明他存在过的，就只剩下了地上那条夸张的裂缝。而洞窟中也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良久，他们才想起惊呼出声。帕雷伊拉之名顿时就响彻了整个洞窟。讨伐战大获全胜，整个队伍没有耗费一兵一卒。但骑士们心中都无比清楚，这一切都多亏了那名少年。而讨伐战虽然结束了，但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解决，那就是盖恩家族。他们做出了无法容忍的事情，但狡猾的盖恩领主却以中了魔人的幻境为由，表示那绝非自己的真实想法。但在场之人谁不清楚，当时他的头脑分明就很清醒，只是碍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所以根本无法定下他的罪责。而另一边，少年回想着与魔人的战斗，心中却无比的纠结，因为那时的剑根本就不是为了家族而战的剑，那一剑只不过是为了斩灭魔人而存在的剑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位剑神吧？但为什么他总是会让自己变得如此混乱呢？思绪间，盖恩家族的护卫突然到访。他一上来便对少年表达了感谢，毕竟他被魔人当作人质时，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他的性命，就连自己的主君也毫不例外。是您在危机之中救下了我。随后他又向少年坦白了下毒一事，并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所有的处罚。可闻言，少年却起身走向了窗前。我并不打算轻易了结这件事情，只是现在的思绪有些混乱，所以今天就请回吧。而在护卫走后不久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苦恼是不会改变任何事情的。少年立刻转身望去，只见露露正耷拉着耳朵道：你最近过得还好吗？见状，少年立刻来到露露身前：你到底去哪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？可闻言，露露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我果然还是没脸见你。如果当时的我没让你觉醒魔术，你就不会与家人分别5年之久了，希利尔也不会那么伤心了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但少年又怎么舍得怪他？况且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他的错。于是便伸手想要去抚摸他，可见状，露露却立刻躲到了远处。不要碰我，我是会带来厄运的黑猫，所有人和我在一起都会变得不幸，我还是不要出现在你面前的比较好。而就在露露打算离开时，少年却突然一个闪身抱住了他。从现在开始，黑猫就是幸运的象征了，因为接下来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我会比所有人都更加坚定地相信，你就是一只会带来幸运的哈基咪。闻言，露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她默默地依偎在少年的怀里。我好想你啊！不久后，少年将这5年内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了露露，而他也得知了，原来露露一直都默默陪在自己的身边。之前遇见的白猫就是他假扮的，参加讨伐战时的纸条也是他写的，所以露露早已清楚他所有的一切。于是他便询问少年：你在面对魔人时为何有一种陌生的感觉？闻言，男孩便把剑神的事情告诉了他。露露沉思片刻之后做出了总结，这样说的话，似乎是梦中的剑神格外憎恨魔人，不对，应该是对恶魔的憎恶。如果他是150年前的人类，那么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不过那并不是重点，无论他有怎样的想法都与你无关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的内心正在被他的意志所左右。但是没关系，谁都会有产生动摇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因为疲惫而放下剑，但我知道你还是会再次重拾信心。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很累的话，那我就陪你一起举剑。这5年来我也一直在努力运动了。少年看着露露秀肌肉的模样，不禁释怀地笑了。还好有露露在自己的身边，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，自己一定还会满心忧虑吧。能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在一起真是太好了。不过这么说来，自己似乎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解决呀。与馆主和伊利亚的约定，还有5年未见的伙伴们，他们如今又过得怎么样了呢？这个少年被困梦境整整5年，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，可他非但没事，反而在梦境中突破了自己的极限，成为了万中无一的剑术奇才。于是为了完成5年前定下的约定，少年来到了大陆最强剑术馆。只是由于天色渐晚，他们也只能找家旅店借宿。可刚一进门，众人的目光就纷纷落在了他的身上。突然一名大汉拦住了他的去路：你也是克鲁诺剑术馆的客人吗？少年刚一回应，屋内顿时就传来了一片讥笑声。真是笑死人了，那家伙居然说他是克鲁诺的客人。虽然说谁都拥有挑战资格，但我劝你还是不要自不量力了。这番话听得少年一头雾水，最后还是在店家的解释下，少年才得知了其中缘由。原来对于每一位剑士来说，克鲁诺都是他们所向往的地方，因此总会有带着剑的客人前来拜访。只是由于数量实在太过庞大，剑术馆根本就难以接待，于是便出现了迎客日，每隔2周都会举办一次。届时剑术馆将会派出1名剑士，只有在比试中击败了他，才会被允许进入剑术馆。而来到我们店里借宿的，基本上都是剑术馆的客人。说着，老板将少年带到了地下室内，并告诉他这里其实还是佣兵中介所，只有经过这里的测试，才能获得挑战克鲁诺的资格。你只需用剑敲击这个测量器，便能得到力量的精确数值。少年一脸好奇地来到测量器前，随即询问如果将它打坏了该怎么办。这番话不禁令老板大笑出声。放心吧，这可是魔导器，没有那么容易坏的。2位老板一脸坏笑地看着少年，打赌他绝对超不过200分。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们彻底傻眼。只见少年的手中凭空出现一柄巨剑，深深吸了一口气后，少年猛然挥剑向下砸去，轰的一声，整片大地都颤抖了一下。不过让少年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测量器果然完好无损。而此时2位老板已然惊掉了下巴，因为他们看见测量器上的数字赫然已经超过了1万。少年毫无疑问地通过了测试，也顺利领到了参加挑战的佣兵牌。而另一边，因为没有证据给盖恩领主定罪，团长此刻也是头疼不已。他实在不想轻易了结这件事情。然而就在他不知所措时，事情却突
突然迎来了转机。盖恩家族内，领主此刻正大发雷霆，讨伐战的事情虽然糊弄过去了，但他也失去了重振家族的最后机会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该死的家伙。可这时却有一人推门走了进来，听说讨伐战中发生了一件丑事呢，贵家族在艾恩少爷的饭菜里下毒，不知此事可否属实呢？真是无稽之谈！你打算以此来污蔑我吗？可他的话音刚落，莱恩的护卫就走了进来，他明确指出了盖恩家族的罪行，同时还决定成为本次事件的证人。盖恩领主彻底绝望了，而接下来迎接他的将是王国调查团的审判。结束此事的团长心情大好，但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，那就是拉拢艾恩加入黄昏骑士团。可来到帕雷伊拉领地，他才得知少年早已出发前往克鲁诺剑术馆。团长长叹了一口气，看来自己终究还是错过了这位人才啊。而另一边，剑术馆的迎客日正式开始，可出来迎战的剑士却是一位学生，这让众人顿时就感觉受到了侮辱。毕竟平时迎战的最差也是毕业生，如今竟然派出了一名学生，这不是瞧不起人吗？可艾恩见状却露出了一丝微笑，因为那位剑士正是曾经与他同届的学生兰斯。此时兰斯目光凌厉地望向众人，我非常理解各位的不满，所以我决定再附加一个条件，只要与我对练的客人当中，但凡有一位感到失望，我会立刻更换前辈上场。话落，便有一位大汉走了上来，击败你，那还不简单吗？说罢，他当即摆出了战斗姿态。兰斯见状微微一笑，需要让你几招吗？这话听得大汉当即怒火中烧，挥舞着阔剑就朝他猛砸而去。可在即将触碰到兰斯的瞬间，大剑却突然被弹飞了出去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分明就击中他了呀！不等反应，兰斯的身形紧随而至，猛地一剑击飞了他手中的武器。战斗结束，兰斯仅用一招就击败了对手。这也让剑士们彻底明白了，哪怕仅仅是克鲁诺的正式学生，也绝非就是等闲之辈。就这样，兰斯越战越勇，一路击败了数十名前来挑战的客人，最后甚至已经打得他们不敢再上去挑战。这时兰斯突然注意到了什么，于是便缓步走向了观众席。这一幕顿时吓坏了剑士们，纷纷祈祷着他别盯上自己。可没想到他却停在了一名少年身前。好久不见了，艾恩。而双方在一阵寒暄之后，少年也从兰斯的口中得知了，原来布莱特与朱蒂斯在几天前就已经离开剑术馆出去修行了，所以这次应该是见不上他们了。随后兰斯又表示要与他对练一场，5年没见了，就让我确认下你究竟变强了多少吧。随后二人便来到了演武场内，少年意念一动，阔剑便赫然出现在他的手中。这一幕顿时就惊呆了兰斯，你还真是每次见面都会让人意外啊！但这5年来，我也没有丝毫懈怠哦，所以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。闻言，少年露出一抹笑意，开始吧。话落，兰斯的身形瞬间暴起，猛地与少年相撞在了一起，双方互不相让。战斗刚一开始便各自使出了全力，出招的速度之快，更是一度让观众们眼花缭乱。但唯一能够确认的是，少年并没有落入丝毫下风。而此时交战中的兰斯，神情却突然猛地一凝，为何总有一股熟悉的感觉？难道是？不对，这不可能，那就确认一下吧。想到这，他再一次挥剑迎了上去，可却依旧遭到了少年的击退。但他也彻底看出了，少年所用的招式根本就是布莱特的防御术。但更加令他震惊的还在后面。只见少年闭上双眼，进入了冥想。兰斯的脸色顿时就阴沉下来，绝不能任由他使出那个恐怖的招式，那个他曾在最终测验中用过的，将整片大地一分为二的剑击。而少年在被兰斯打断之后，突然却变换招式来到头顶。接下来该换我攻击了。说罢，少年手中的阔剑猛然落下，这一剑也让兰斯彻底慌了神。别骗人了，这分明就是朱蒂斯的剑术。思绪间，少年再次挥出一剑，兰斯的身影顿时就被震退了数米之远。他不想接受这个事实，自己分明最擅长的就是防御。别以为那2个人离开后，自己就再也不会输给任何人，还是自己太过痴心妄想了吗？想到这，兰斯再一次提剑迎了上去，强烈的压迫顿时让少年感受到了威胁。他深知，只要自己稍不留神，便会立刻落入下风。然而此刻的兰斯虽然看似凶猛，但他的心中却无比清楚，现在的自己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，因为这都是他们拼命努力才得到的力量。但自己又何尝不是？经过了无数风雨的洗礼呢？他不想就这样放弃。抱着这份信念，兰斯全力刺出一剑，但毫无疑问的，少年轻松避开了他的攻击。砰的一声，长剑被击飞了出去。战斗结束，兰斯却释怀的笑了，我果然还是无法战胜你。然而观众席上的露露这时却突然注意到了什么，他立刻闪身来到少年身前，有强者来了。少年回头望去，只见馆主已然出现在了身后，真是精彩呀！没想到你居然战胜了兰斯。少年刚想对自己的迟到表达歉意，馆主便立刻出言打断了他，这件事情以后再说，如今2位剑士相遇，就来一场剑与剑之间的对话吧。还是说你已经累到无法招架了呢？这个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男人，却要与一名少年比试剑术。可让他不曾想到的是，自己竟会在不久后的对练中感受到近乎死亡一般的威胁。战斗开始，少年没有丝毫的犹豫，一上来便是火力全开。可馆主却显得从容不迫，随手一剑便将少年击退。攻击模式太单一了，你可以利用撞击时所产生的力量，亦可以借势提升速度与力量。
但你的剑太过正直，就好似名牌一般一目了然。说着，馆主猛然一剑刺出，少年全力格挡之下，竟还是被震得双手发麻。有意思，莫非你刚刚是想用布莱特的剑术吗？不过太慢了。少年猝不及防之下，堪堪提剑挡下一击，可馆主的速度极快，猛地挥动左拳砸向他的胸口，少年瞬间就被击退数丈之远。你的攻击转换太过生疏，若是想要磨练多种剑术，就要将其柔和地联系在一起。少年心有不甘，厉声怒吼之下，身形再度暴起，随即只见周围开始飞速凝聚剑气。这一幕顿时就惊呆了兰斯，莫非就连伊利亚的天空剑也会吗？没等他缓过神，滔天的剑意已然朝着馆主爆射而去。然而等到烟尘缓缓消散，馆主却安然无恙地身处其中。砰的一声，少年再次被击退数米，还算不错，但比起先前的几招还有所欠缺。不过这应该还不是你的极限吧？闻言，少年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于是便当即闭上双眼，进入了冥想。台下的观众们见状都是满脸的疑惑，可唯独只有兰斯看出了端倪，是那个剑。而这时的少年已然睁开双眼，一股无形的剑气骤然划开了烟尘。这一幕看得兰斯陷入了疑惑，为何没有看见丝毫的剑气呢？可话音刚落，就只见一阵金光猛然泛起，馆主的瞳孔骤缩，随即立刻施展剑招挡住了这恐怖的一击。此刻在场所有人都陷入了震惊，因为少年的剑气所过之处，赫然正是一道如同峡谷般的裂缝。但缓过神时，他们却再一次陷入了震惊。你们快看，那不是传说中只有剑道宗师才能使用的斗气剑吗？我本来不打算拿出这把剑的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你十分的优秀。看来你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剑了。少年刚想回应，馆主便出言打断了他。不过你的内心正在动摇，你想问的应该也是这个吧？随即馆主转身面向众人，十分抱歉，本次的迎客日就此结束了。说罢，馆主便带着少年离开了这里。不久后，少年将这5年的事情全部告诉了馆主，而馆主也在片刻之后做出了结论：我虽无法为你的梦境提供解决办法，但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。离开这里吧，剑士的面前有着无数条路，不必纠结于回避梦中剑神的意志。当环境发生改变时，你的眼界也会随之拓展，你的思想也会发生改变，这些都能够引领你内心的变化。或许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强，又或许会让你获得一把截然不同的剑。所以踏上旅途吧，去更加广阔的世界，寻找梦境剑神的答案吧。我知道一时间很难下定决心，所以慎重的去考虑吧。可馆主的话音刚落，少年便斩钉截铁的回应道：我会去的，我不会再一味的选择逃避了。而就在少年走后不久，一直不曾开口的副馆主却突然表示，那个孩子虽然十分的优秀正直，但他还称不上是一位剑士。馆主安然一笑，再给他一点时间吧，他一定会找到答案的。于是就在第2天，少年便告别了剑术馆，踏上了前往西部武王国的旅程。据说那是个以剑闻名的地方，有着许多的剑术馆与剑斗场，并且朱蒂斯他们也前往了那个方向。可刚离开剑术馆，少年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。原来5年前他离开剑术馆的时候，曾经遇见过一名半兽人占卜师，并且还送了他一张纸条，而上面的字也曾几度救赎过少年。看着他如今落魄的模样，少年还是心软，决定帮他一把。而露露则十分的警戒，因为他认为这个家伙实在太可疑了。直到半兽人吃完饭，拿出一颗木球送给露露时，他的态度才来了180度的大转变。而半兽人吃了少年一顿饭，于是便决定免费为他占卜一次。你的家里是不是有棵柿子树？这话听得少年十分不解，自己的家里连树都没有，更别说柿子树了。而露露也是满脸无语，这个家伙吃不上饭不是没道理的。闻言，半兽人长叹了一口气，随即一股无形的能量波动赫然出现，你内心的负担变得比以前还要重了。如果说当时的压力是藏在内部的，那么现在它就已经展现出来了。你的心中卡着一个笨重的铁桩，所以你的负担才会如此之大。而且扎下铁桩的还是一个与你毫不相关的人。此话一出，露露顿时就震惊了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专业？原来半兽人刚刚使用的并非占卜术，而是精灵术。他看出了少年身上强烈的精气，生命的源泉是由5种气组成的，他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平衡，这才产生了整体的协调。而你体内的铁桩打破了平衡，导致你的精气实在太过强大，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用相克的力量去压制住精气，也就是火之气。如果你能好好的压制住它，或许这将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这根铁桩虽然是个累赘，但若是经历了火焰的千锤百炼，它便能够蜕变成一柄无比优秀的剑刃。此刻少年已经无比震撼，他迫切的想要知道答案。你需要去培养心中的火苗，我能够看到5年前还不曾拥有火焰的你，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燃烧起来了。去行动吧，就像给火焰增添柴火一般，只要你为了目标而不懈的努力，那么火焰也会越烧越旺。听完这些，少年如梦初醒，他决定立刻就行动起来。可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半兽人却表示想与他同行，毕竟我已经在这片大陆游历了10年，只需稍微提供一点报酬，我就能为你们带路。而少年也是第一次踏上旅程，于是便欣然答应了下来。但其实半兽人并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他想要亲眼看看这样一位绝世奇才的成长。一行人很快便踏上了旅程，可半兽人却建议少年前往西部之前，可以先去德林库看看，那里聚集着很多优秀的矮人铁匠，这应该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当然，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更换装备，而是去邂逅那些最擅长使用火和钢铁的人们。若是能亲眼看到铁锭被铸造为剑的过程，或许能够帮助你培养内心的火苗。闻言，露露也是大声赞成，那就先去观察铸剑的过程，然后再把这些精力加入到冥想修炼里吧。毕竟这对于在魔术世界待过的你来说，简直就是轻而易举。
少年的体内住着一位绝世剑神，每当他陷入困境时，剑神的意志总会为他带来巨大的力量。但与此同时，他的内心也在慢慢的被剑神吞噬。若是彻底被这股力量支配，那么大陆又将出现一场不可磨灭的风波。于是，为了解开梦境的秘密，少年踏上了寻找答案的旅程。而他的第一站便是优秀铁匠们的聚集地德林库。但要想到达此地，就得穿越山贼遍布的哈德山脉。于是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便以佣兵的身份加入了商团。决定与他们一同穿越山脉，可一路上少年都是面色凝重，似乎有着什么心事。最后还是在半兽人的询问下，他才道出了自己的苦恼：我的剑从未真正伤害过人，但我十分清楚，哪怕是我不愿意，也会出现万不得已的情况。若是到了那个时候，我真的能够毫不犹豫地出手吗？即便对方是山贼一般的恶人，我也无法堂而皇之地夺走他的性命。生命确实是个沉重的话题呢，但现在的你还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，因为这里的山贼头目主张和平，只要人们愿意支付通行费，他们便会放任大家离开。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们更像是生意人。说着便有一群人迎面走了过来，看吧，他们正好来了呢。而此时的商人已然开始支付通行费，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山贼头目却像是变了个人一样，放下你们的货物，所有人立刻给我滚出这里！这一幕顿时让众人傻了眼，什么情况？这家伙以前分明不是这样的呀！而这时的少年突然面色一冷，身体竟不自觉地上前走去。那个家伙的身上有魔气的味道。露露见状，立刻出言将他拦住：“你该不会像讨伐战那时一样，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吧？不会的，这次的魔气比较淡，我还能够保持神志清醒。不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个家伙看起来也不像是魔人啊。”然而他们谈话间，却有一名剑士率先走了出去。山贼就是山贼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这一幕看得商人们欣喜不已，是琉璃剑沃尔夫，看来我们有救了。而此时沃尔夫已然来到了头目身前，若是我们真打起来，想必你们也会损失惨重，所以我们都退一步如何？可他的话音未落，头目便猛地挥动手中铁锤，将他狠狠砸出了数丈之远。沃尔夫就这样被山贼一招击溃了。要知道他可是佣兵团的资深剑士。商人们此时也陷入了绝望，纷纷决定要交出货物保密。可此时的头目却又改变了想法：我现在的心情非常糟糕，所以你们全都得死在这里。见状，少年似乎注意到了什么，于是便不顾阻拦地走了上去。头目顿时就眉头紧锁：你又是哪来的家伙？我是克鲁诺剑术馆27期的正式学生艾恩。此话一出，人群顿时一片哗然。27期不就是传说中的黄金时代吗？可闻言，头目却当即怒火中烧：你把我当傻子了吗？剑术馆的学生连佩剑都不带。说罢，头目的身形猛然暴起，手中铁锤已然朝着少年猛砸而去。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少年竟单手抓住了高速行驶的铁锤。我只问一次，你的项链是从哪里拿到的？这一幕顿时吓得头目瘫倒在地，可随即却又变得无比凶狠：我会让你死在这里！闻言，少年陷入了沉思。他想起了离开时妹妹说过的话：既然你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，那就表现出相应的气场吧。当然，我可不是在担心你，我是担心被你那纯真外表欺骗，而纷纷上来送命的家伙们。这一剑彻底让山贼头目陷入了绝望，连忙向身前的少年求饶，可他却仅仅只是拿走了项链，刚一握到手心，少年就感受到了无比浓郁的魔气。果然是项链在搞鬼啊！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这条项链是从哪里得到的？可头目却表示自己记不清了，就好像是记忆被抹去了一般。少年没有多说什么，他知道山贼已经没有了撒谎的必要，于是便拿走项链离开了这里。不久后，B型人终于穿过了山脉，而商人们也在谢过少年后离开了这里。可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少年却显得有些落寞，自己也该继续开始剑术训练了。如果今天我没有足以压倒山贼的力量，那么他们应该还处于危险的境地吧？只有随着剑术实力的增强，我才会拥有更多选择的余地。半兽人露出一抹笑意：你说的对，德林库会聚集很多有名的剑士，为了得到匠人之剑，他们也会经常展开对决，这应该也能够助你增长见识吧？说着，半兽人的神情却突然一变，刚刚他心中的火苗是不是变得更加旺盛了？这时，少年突然拿出了阔剑，准备销毁这个充满魔气的项链。可见状，半兽人却立刻拦住了他：这种东西不能随意破坏，否则可是会出事的。谈话间，却有一道稚嫩的声音传来：你的剑好帅啊，我可以用宝物和你交换吗？我想把它送给我们的老大。少年被问得一时语塞，愣了半晌才想起来拒绝了他。可露露的脸色突然一变，这孩子是个魔术师，而此时他已经开始在胸前翻找起来，随即拿出了一个巨大的黄金珠。这可是我用攒了1年的钱做的，我用这个和你交换吧，只要把钱喂给小猪，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。见状，露露和半兽人当即妥协，要不我们就换了吧。这一幕彻底让少年无语了，但他还是拒绝了女孩，因为这把剑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闻言，女孩也只能抱着金珠离开了这里，并表示等到了德林库，你一定会改变想法的。夜里，B型人终于抵达了德林库，而他们也在老板的口中得知，整个德林库最优秀的铁匠出关了。那个叫做福尔甘的矮人族铁匠，他所铸造的剑是大陆上所有剑士都梦寐以求的。他会给自己爱惜的剑附上编号，人们通常将它称之为编号剑。在他所铸造的数百把剑刃中，仅只有9把剑被赐予了编号。最重要的是，
编号剑的主人只有2种，他们要么即将成为剑术大师，要么已经成为了剑术大师。而就在2天后，他将会举办第10把编号剑的寻主大会。此话一出，众人顿时就沸腾了，纷纷向他打听该如何参加活动。少年自然也想要参加，但他的目的却不是编号剑，而是想要与强大的剑士们交手。说着，少年便起身离开了这里。见状，半兽人陷入了沉思，他果然很特别，分明所有的剑士都对此非常感兴趣，但他却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，总感觉他距离剑士这个身份还相差甚远。而此时的少年同样陷入了苦恼，自己又被感情所掌控了。虽然这次解决的还算不错，但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？传说世间有9把神秘莫测的编号剑，它们出自矮人族的顶尖工匠之手，每一把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。若是有幸得知，便能一举突破，达到剑术大师境界。如今第10把编号剑的寻主大会即将开始，一时间吸引了无数剑士前来参与。而少年也恰巧来到了这座城市，可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个想与自己交换阔剑的女孩。刚想上前打招呼，一旁的露露却瞬间炸毛，那个男人是剑术大师。闻言，半兽人也陷入了震惊，自己游历大陆数十载，但却从未听说过此人，莫非是大陆上又出现了新的大师吗？思绪间，2人也注意到了他们，于是便相互打起了招呼。我叫奥格，虽然有些冒犯，但请问我能看看你的剑吗？因为尼亚一直说你的剑很厉害，所以我才感到十分好奇。而少年沉思片刻之后，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妥，于是便当即展示出了自己的阔剑。可看见这一幕的奥格，周围却开始缓缓出现能量波动，少年顿时就打了一个激灵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抱歉，一不小心就看入迷了，果然是一把非常了不起的剑，也难怪尼亚会这么想和你换了。说完这些，他们便告别了几人，可少年却依旧满脸的严肃。那个家伙果然是个强者，突然有些好奇那孩子口中的老大究竟是怎样的强者，才能同时将他们2个收为手下呢？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，快看，是双胞胎剑士夏洛特和维克多。见状，半兽人也有些震惊，据说他们2人联手的实力已经足以媲美剑术大师，这次的大会恐怕不简单，你得小心点了。闻言，少年淡然一笑，我会把这次大会当作是学习的机会，更加认真努力的。半兽人沉默了良久，才决定要给少年一个建议。当剑士遇到一名优秀的对手时，通常会以对决的方式来打磨剑术，这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但是你不能单纯抱着学习的心态站在对手面前。如果你是一名剑士，就应该要抱着战胜对手的觉悟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逐渐与对手齐头并肩。听完这些，少年呆呆地愣在了原地，他似乎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究竟忽略了什么。于是，在谢过半兽人后，少年便回到了住所。一颗想要获胜的心，自己真的拥有过那种感情吗？翌日清晨，半兽人失落地询问露露，自己是不是说了多余的话，可露露却表示没有关系，你看，他正好下来了。而半兽人在看见少年的瞬间，却当场就愣在了原地，他心中的火苗变得越来越旺盛了。不久后，少年来到了寻主大会的现场，发现这里果然聚集了许多有名的剑士。思绪间，矮人铁匠已经出现在了演武场内。想必大家也知道了，本次大会的奖品就是我所锻造的编号剑。大会的规则十分简单，所有人都可以上台对战，胜者留下，败者离开。但请你们记住，本次大会的目标并不是选出优胜者，而是找出那个能够引发我的灵感，助我造出第10把编号剑的家伙。那么寻主大会正式开始吧。说着，便有2位剑士走进了演武场，观众们顿时就震惊不已。一开始就是强者之间的对决吗？可此时台上的2人却火药味十足。兰德似乎特别厌恶眼前的剑士，认为他就是一个虚伪的小人，甚至已经开始询问矮人铁匠是否能够彻底结束他的性命。福尔甘咧嘴一笑，听起来很有趣呢，我当然无所谓了。于是在他的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只见兰德的身上骤然出现一道剑光，随即如同闪电一般窜了出去。砰的一声，2位强者猛然相撞在了一起。可等双方停下脚步，这才发现兰德的剑刃已然断裂。战斗结束，维克多拿下了本次对决的胜利。观众甚至都没有看清他们的动作，就连少年也是无比震撼。而此刻的演武场外，却有2道身影默默注视着一切。你确定是他们吗？是的，线从金色变成了红色，他们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说着，尼亚拿出了2只黄金小猪，随即只见他们变换成2道金线，猛地朝演武场内爆射而去，最终钻入了双胞胎剑士的体内。做完这些，尼亚却再次召唤出一条金线，并操控它进入了露露体内。奥格见状有些无奈，不是说好目标是艾恩吗？为什么要标记那只猫咪？露露一直都和他在一起，所以给谁都无所谓了。见状，奥格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这种任性的小屁孩究竟是怎么成为魔术师的呢？虽然是根据他的内心决定的，但无论如何，这份能力都太犯规了吧？只要不超过储存的钱的价值，这个存钱罐就能满足主人的一切愿望。而不久后，维克多一路击败了数十名挑战者，剑士们甚至已经认为优胜者非维克多莫属了。然而福尔甘却依旧不为所动，似乎根本就不看好维克多。而这时的少年也已经准备上场，在半兽人与露露的鼓励下，他缓步踏上了演武场。而维克多见状也露出了一抹笑意，那个少年还挺强的。此刻少年的内心无比坚定，是啊，自己又何尝不是拥有着一颗想要获胜的心呢？期中测验时，自己看着遥遥领先的伊利亚，心中所感受到的那份感情，不正是想要超越一切的斗争心吗？回忆起那份感情吧，我会为了胜利而战斗，无论面前是怎样的强者，我都会去打败他。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是，此刻福尔甘的神情竟然出现了变化，他立刻不顾一切地冲上擂台。我决定了，第10把编号剑的主人就是这位少年。
这一幕顿时引起了所有人的不满，对练都还没有开始，凭什么直接决定胜负？然而福尔甘却当即怒吼道：“我从一开始就明确说过，之所以选择举办这场大会，就是为了找到那个可以提供灵感的剑士罢了。因此大会就此结束了。”说罢，他便令少年跟随自己离开，而双胞胎剑士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笑着恭喜少年获得了编号剑，并大方地表示他们愿赌服输。不久后，少年跟随矮人回到了铁匠铺，可半兽人却显得十分不爽，毕竟他们根本就不想要这把剑，却要被硬拉过来受罪。想到这，半兽人便冲他们走了过去。我必须得找他们要点补偿才行。很快，他便向铁匠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：首先，你们得无偿为我们断剑；其次，还要帮我们所有人制作配套的装备；最后，则是你要允许我们参观铸剑的过程。福尔甘自然不愿答应这无理的要求，可半兽人接下来的一番话却又让他彻底改变了想法。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的实力已经太久没有起色了，所以你迫切的需要提升。恰巧这时出现了一位让你灵感爆发的孩子，于是你便想要趁此机会好好利用他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就这样，少年获得了全新的装备，就连露露也获得了全套的剑术装备。而在这之后，少年每天都会去参观断剑的过程，而他也终于开始试着在冥想训练中，用自己内心的火苗去熔炼那块坚不可摧的铁桩。就这样，时间很快来到1个月后，少年的冥想训练每天都在进步，而他们也准备好了离开这里。可满心欢喜的来到铁匠铺，福尔甘却尴尬的表示，目前暂时还无法锻造编号剑，毕竟铸造的材料也很难凑齐，所以至少还得1年时间才能造出编号剑。半兽人闻言十分的不爽，他认为一定是铁匠在耍他们，可少年却表示没有关系，毕竟他们本来就不是冲着剑来的。于是便告别了铁匠，再次踏上了旅程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刻距离不远处的丛林中，已然有人盯上了他们。他是整片大陆最顶尖的矮人工匠，一生曾锻造出9把绝世宝剑，每一把的主人都是大师级别的强者。可如今却仅仅只是看了一眼少年，就铁了心要为他锻造第10把剑。这本应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，可不想却为少年引来了杀身之祸。就在几人准备继续踏上旅程时，却有一阵浓郁的血腥味随风而来。随即只见2位浑身血污的剑士赫然出现，这一幕看得几人瞳孔骤缩。你手上拿着的莫非是……没等说完，夏洛特便笑着打断了他：“他是兰德呀，你们不记得了吗？”半兽人见状顿时就愣住了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杀了他？”不用这么惊讶，盯上你们的家伙实在太多了，处理这些人可是费了我们好大功夫呢。所以说呀，也是时候该支付一下辛苦费了吧？把编号剑交出来！闻言，露露瞬间炸毛，编号剑还没有制作完成，所以根本就不在我们手上，少在这里骗人了！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剑被那个少年用魔术藏起来了吗？若是你们实在不愿交出编号剑，那可就别怪我们无情了。我只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一生都在行侠仗义的你们，却要因为一把破剑而做出这样的事情？闻言，夏洛特陷入了沉思，随即表情顿时阴沉下来。你什么都不懂，编号剑才不是普通的剑，它比所有的一切都重要。我们在专家级别停留了30多年，为了跃升到大师境界，我们甚至已经献出了一生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们也还是无法突破。哪怕是现在，我们也依旧被关在这地狱中苦苦挣扎。这份痛苦，你是永远也不会明白的。见状，少年当即拿出了佩剑，因为他们身上的魔气实在太过浓郁。但令他想不通的是，为什么人类的身上会有魔气？思绪间，2位剑士已然爆发，如同地狱般的魔气席卷而来。少年甚至已经不受控制的开始召唤出了剑神的意志。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却有一道浑厚的嗓音传来：“终于找到你们了，开始吧，尼亚！”随即只见女孩砸碎金珠，唤出数道金光，紧接着金光交汇处的空间瞬间扭曲。这一幕持续撼动着旁人的眼球。这莫非是传送门吗？话落，便有一人从中缓步走了出来。这一刻，所有人的表情都凝滞了，因为来人正是神圣王国的黑骑士团团长，这片大陆的第11位强者伊格。而少年也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他不正是伊利亚说过的曾经击败了他哥哥的平民吗？此时伊格的目光落在了剑士身上，看来你们已经跨越那道底线了。我会给你们一次发言的机会，若是你们还有话想说，那就趁着现在说出来吧。这就是我最后的慈悲。话落，一股无形的威压猛然袭来，但此刻的双胞胎早已失去理智，他们的眼中只剩下了编号剑，于是便发疯般拔出了佩剑。你们的回答还真是让我失望啊！说罢，伊格的身形猛然化作一条白线，下一刻便出现在了剑士身前。看样子还是凄惨的结局更加适合你们了。这一幕顿时就吓坏了众人。回过神的维克多猛然挥动长剑，可却被伊格空手弹开。愣神之际，伊格的右腿已然袭来，砰的一声，维克多瞬间就被击飞了数丈之远。没等落地，伊格的身影紧随而至，又是一脚将他狠狠嵌入了墙体。而此刻距离战斗开始才仅仅只过去了几秒。与此同时，伊格的身形再次跟上，猛地一脚结束了他的性命。看吧，这就是一名剑士最凄惨的结局。这一幕彻底让夏洛特陷入了癫狂，他怒吼着挥剑砍向伊格，可下一秒，他的身前猛然划过一道弧线，夏洛特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，他的四肢便以悉数断成了2截。真可惜啊，你如今这副样子，早就已经不是人类了。到此为止吧。说罢，便有一阵血光飞溅而出。就这样，双胞胎在片刻之间遭到了抹杀。一旁的半兽人同样感到难以置信，虽然说他是大师级别的剑士，但这也实在太过恐怖了吧。这时，尼亚抱着佩剑跑了过来，并勤快地为伊格擦起了鞋子。然而就在他们谈话间，一直沉默不语的少年却打断了他们。为什么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夺走他人性命？我并不是要讽刺你，只是真心的对此感到疑惑罢了。而伊格的视线也在此刻与少年对上，但他却没有正面回应，而是直接叫
叫出了他的全名。从此刻开始，我便正式任命你为神圣王国所属的黑骑士团团员。少年愣住了，就连身后的半兽人也是无比震惊。他为什么会认识艾恩，并且居然还邀请他加入黑骑士团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可少年在沉思片刻之后，竟然直接拒绝了伊格，真是毫不留情的回答呀！神圣王国可是比你想象中要好得多。然而没等他说完，少年却再一次拒绝了他。抱歉，无论你如何说服我，我都不会加入骑士团的。闻言，伊格的眼神一冷，少年顿时就打了一个寒战，随即一双无形的眼睛骤然出现。露露很快看出了端倪，这和之前奥格做过的一样，他在窥视艾恩的内心。随后，伊格深深叹了口气：“我听说了你的故事，一个心中怀着铁块的少年，而且那并非普通的铁块，是连傲慢的福尔甘也会垂涎3尺的精炼钢铁。即便是我，也无法对你不感兴趣。不过如今亲眼一看，你似乎还未能成为钢铁的主人啊！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我要将你任命为黑骑士团的团员，请你不要误会了，这不是邀请，而是命令。”可少年依旧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。此时，就算伊格的脾气再好，也难免会发怒。你没有选择的权利，难道你想被自己无法掌控的力量支配，然后为大陆带来不可磨灭的风波吗？见状，露露立刻挡在少年身前：“你这个魔女！”艾恩都说他不想去了，他一定会战胜那股力量的。伊格顿时露出一抹邪笑：“会说话的黑猫啊，我很中意你呢。”闻言，露露顿时就被吓了一跳，于是连忙抱住了艾恩的大腿。总之，他是哪里也不会去的，你就别白费力气了。这时，少年表示自己一直都在努力，可伊格却不愿相信他，毕竟那股力量的强大，又怎是一个少年所能支配的呢？我可以向你证明，我能够支配心中的钢铁。我曾与黄昏骑士团长对峙过，他所散发的斗气已经强到足以媲美魔人。虽然那时的我没有注意到，但我能够确定，那份斗气刺激到了我内心的铁块。倘若你也能向我展示那样的斗气，那么我就可以向你证明我的意志力。伊格的面色一冷，也就是说，你想要与我一战吗？克鲁诺剑术馆第27期学生艾恩向黑骑士团长伊格申请对战。这一刻，时间仿佛凝滞了。虽然说更多的是难以置信，但伙伴们还是选择了相信他。伊格曾葬送过无数魔人，所以他的气势一定足够强烈。但是我相信艾恩一定能够承受那份气势。而此时的少年已然陷入了沉思，为什么自己会这么生气呢？难道是因为伊格的过去吗？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绝不会再被剑神所掌控了。看样子你已经准备好了，那么我也要上了。少年拥有一股无法掌控的力量，若是彻底被他支配，将会带来一场不可磨灭的灾难。于是少年为了证明自己能够支配他，竟决定要挑战眼前这位顶尖强者。而伊格也觉得这个提议不错，于是，在少年准备好后，伊格猛地散发出一股惊人的气势，而少年在如此威压之下，竟然不受控制地出现了剑神的意志。见状，伊格的面色一冷，他果然还是无法掌控这股力量。可下一秒，少年却又收回了所有气势，并凝神进入了内心世界。他知道自己必须得利用这份感情，因为他能够感受到，越是愤怒，心中的火苗就会变得愈发旺盛。只要拥有如此强烈的火焰，我就一定能够战胜自己。说着，少年猛地举起心中的铁锤。这一幕直接看呆了在场众人，因为少年真的压制住了这股力量。而伊格见状也来了兴致，这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此刻少年一声怒喝之下，身形如电般爆射而出，一剑落空。少年迅速调转身形，猛然一剑舒斩而下，却再次被伊格轻松闪避。少年心有不甘，身形一闪，再度靠近。可伊格的速度极快，少年连挥数剑都不曾击中。这一幕看在露露眼里，似乎是少年占据了上风。可半兽人却不这么认为，因为直到现在，伊格都还未曾挥出一剑。思绪间，少年已然来到跟前，伊格的眼神一冷，随即一剑迎上了他的攻势。这一剑看似无力，但却击退了以力量闻名的阔剑。不等反应，伊格再次挥出一剑，轰的一声，少年瞬间就被击退了数丈之远。强烈的惯性更是让他失去了重心。然而还没等他稳住身形，伊格的身影猛然出现。你在发什么呆呢？说罢，伊格一剑挥出，强悍的剑气瞬间席卷了整片空地。此刻少年只觉得无比疲惫，似乎立刻就会昏厥过去。而伊格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失望。就这么结束了吗？可下一秒，少年的牙关一锁，松开的手却又猛然握住剑柄，紧接着身形如电般接近伊格。这一剑的威力极强，若他不是伊格，恐怕早已死在了这里。少年回过神时，伊格的拳头已然击中他的小腹，瞬间就将他给击退了数丈之远，直到狠狠撞入墙壁方才停下。少年彻底昏厥了过去。见状，奥格询问是否要将他带走，可伊格却淡然一笑，他已经向我证明了自己，那个家伙刚刚可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击败我。不久后，少年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可迷迷糊糊一看，却发现伊格正坐在自己身边。既然你已经醒了，那么就做个了结吧。说着，伊格掀开了少年的衣服，这可把露露给吓了一跳。你在干什么呢，变态魔女？伊格没有理会他的无礼，只是施展神圣魔法为少年疗伤。不久后，少年的伤势恢复了大半，于是便向伊格问出了自己的疑惑：你的剑是什么？闻言，伊格露出了一抹笑意：你们克鲁诺的人都喜欢问这么高深的问题吗？我的剑是为了成为王而存在的剑。此话一出，半兽人顿时就吓了一跳：你疯了吗？难道你想要谋反吗？伊格没有急着反驳，而是让他拿出腰间的吊坠。虽然如今是和平时代，但在150年前甚至更早，每当发生
生战乱时，大恶魔就会猖獗于世。但是你们应该也清楚，现在的世界也并非风平浪静。我不知道该如何救援那些受苦的人们，更不知道要如何抑制那些流入人类世界的丑恶事物。于是我便有了这个想法，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，亲手创立一个和平自由的国度。说着，伊格叫住了露露。享受当下的幸福固然不错，但若是想要守住珍贵的缘分，你还需更加努力一些。说着，伊格又叫住了少年。你相信谁？少年沉默了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我相信我自己，我有对自己的确信，也正是因为这份确信，我才能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目标迈进。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见的话，我依旧会向你发出同样的邀请，但下一次可就不再是对你心中的钢铁了，而是对你艾恩·帕雷伊拉。说着，伊格便从窗台跳了下去。半兽人和露露顿时就被吓了一跳，还没缓过神，身旁就传来了少年的声音。当伊格解决掉双胞胎剑士的时候，我认为那是正确的行为，但那个时候我却还在原地犹豫。我对自己感到非常愤怒。伊格能够坦荡地坚持自己的道路，可我却做不到像他一样。直到刚刚我才知道，原来那个时候的自己是在羡慕那个人的觉悟啊。第二天，一行人再次踏上了旅程，他们准备前往一个名为拉迪翁的城市，据说那里拥有着许多剑术馆。经过了几天的舟车劳顿后，他们决定先找个旅馆休整一天。而一进旅馆，半兽人与露露就急忙跑去了厕所，只留下少年一人待在原地。突然，一阵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，少年猛地回头望去，发现竟然是朱蒂斯与布莱特。而此时的朱蒂斯也被吓了一跳，他难以置信地询问少年是不是艾恩。少年正打算回答，半兽人和露露却突然挡在了身前。你们想对艾恩做什么？此时半兽人的脸上已然冒出了冷汗，因为他能够感受到那两个人很强。这时少年打断了紧张的气氛，并表示他们其实是自己的朋友。尴尬化解，朱蒂斯缓缓来到了少年身旁。你长高了不少吗？说着，朱蒂斯猛地勒住他的咽喉。你这臭小子，分明就约好了马上回来，怎么连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少年艰难地表示说来话长，而朱蒂斯这时也消了气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以后再说吧。现在我们久违的再打一场怎么样？就这样，几人来到了一个废弃演武场内，双方准备就绪。少年也拿出了自己的扩剪，这一幕顿时就惊呆了两人。还是在露露的解释下，他们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魔术。而朱蒂斯见状，顿时来了兴致。看来这5年你也没有懈怠啊。那么我要上了。说罢，朱蒂斯的身影化作一条红线，猛地与少年相撞在了一起。可交手数招后，朱蒂斯却显得有些疑惑，这莫非是布莱特的？思绪间，少年已然靠近，砰的一声，朱蒂斯瞬间就被击退了数米。可少年的速度极快，又是一剑重击落下，这下就连布莱特都确定了，少年现在用的就是朱蒂斯和自己的剑术。这些年，你小子究竟在做什么呢？少年同样露出一抹笑意。你不是让我以后再说吗？谈话间，布莱特却冲了上来。朱蒂斯，你先下去，让我来和他打。既然这样，那就3个人一起打。